不是让你们看好他吗？为何会出来？放我离开！玄烈，你放开我！现在府外四处有禁军把守，若不是我及时赶回，你会没命的。那又如何？我家人都因为我死了。什么？我求你了，放我回雁南吧！我要见他们最后一面。齐洛，我已经不想听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收到雁南暗探的信息，君姑娘的家人都被雁南王处死了。我和贺吉瑶得知这个信息时，不小心被他听到了，所以他才发疯般的要回雁南。看来还是晚了一步。也没想到这雁南王下手如此之快。君姑娘现在肯定伤心欲绝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现在府外四处都有禁军把守，若是贸然让他离开，定会有危险。我准备利用3日后的婚礼。少主，你打算结婚当天趁乱将君姑娘带走，这可是抗旨。而且，孙姑娘怎么办？我和赵敏商量好了，让绮罗替嫁，再趁喜宴人多的时候带绮罗回雁南。你俩到时候配合我行动。是。少主，君姑娘的身份非比寻常。绮罗，我定会送你回到雁南。里面请。王上，阿烈的婚礼进行的如何呀？禀王上，刚刚得到消息，一切如常。烈将军此时已出发去孙部别府迎亲了，孙郡主那边也无异常。你前去盯紧一点，若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立刻前来回禀。是。都水了！快救火呀！小姐，小姐，这边。孙夫人终于同意了。王兄一直派人盯着，我难以脱身。罗琦，你速去通知齐楼。
郡主，怎么了？婚事太过繁琐，郡主许是过于劳累。贺吉瑶，带郡主回房休息，拜堂仪式延后。是。少主，慢点儿。不好了，少主。少主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君姑娘我们的计划，没想别院就缩水了，君姑娘她也失踪了。带上12亲戚跟我走。是。走吧，小姐。郎主有令，清剿西部余孽，关闭城门3日，任何人不得出城。关闭城门。那个女人，抓过来看看。就你。小姐，我把他们引开，你先走。等一下，你若是再见到玄烈，就把这封信交给他。好。哎，追！追！快！站住！站住！
以后遇到危险，就立刻点起狼烟，无论在哪里，我都会及时出现。玄烈，对不起，我只有这样，你才会彻底放下我。绮罗，绮罗，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我不动，你过来好吗？那里很危险。有什么话，我们好好说。我们没什么话好说的。绮罗，君绮罗，玄烈。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的。你放过我吧，好吗？愿我们永世都不复相见。绮罗，君绮罗跳崖死了。方才罗副将差人送来口信说，狼主今日追着君姑娘一路跑到绝命崖，眼睁睁看着君姑娘跳下万丈深渊。狼主原本也要跳下去，幸亏被贺基瑶一掌劈晕，此时正在府内静养。君绮罗果真赴死了。传古口谕，狼主与郡主婚期延后，另择吉日。是。大夫，少主为何迟迟未醒？副将放心，狼主因情绪激动，气力用尽，才导致昏迷不醒。休养几个时辰，便能恢复过来。怎么回事？将军不是去找齐姐姐了吗？她人呢？君姑娘跳下了绝壁崖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今日本是齐姐姐的婚礼。少主未来的吉祥计划告诉君姑娘，君姑娘被……都怪我，我应该早点告诉齐姐姐的。郡主，你也等了一个晚上吧，早些回去休息。这里有我们。郡主，我们走吧。贺娇，你说梅香北院突然走水，君姑娘又是如此聪明之人，会不会是她提前就策划好的？今日府中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？难道是他？你守好，少主。没想到丽儿对那名艳男商女居然痴迷到如此地步。如今那女子选择跳崖轻生，想必丽儿不会轻易再答应与郡主完婚了。若她誓死不从，王上，你可要早点做打算。他既是北炫的狼主，便应该知道，他自己的婚事对北炫是有多重要。竟然在大婚之日抛下所有人，随那个君绮罗去了。禀告太后，公主正闹着出宫找狼主，您快去瞧瞧吧。不行，公主，
皇上太后驾到！参见皇上，参见太后。你在干什么？扣儿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母后，我要去找烈哥哥。天色已晚，阿烈早该休息了。有什么事明日再说好吗？可你们明明答应过我要帮我找回清明的，可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早就该知道，你们根本就不会帮我。这世上唯一不会骗我的，就只有烈哥哥。一个奴隶而已，你想要，明日母后再……他不是奴隶，他是我喜欢的人。胡闹！你堂堂北炫公主，岂能喜欢一个燕南奴隶？你就在寝殿好好待着，哪儿也不许去。扣儿，清空！什么？你们不帮我找，我就自己找。如果你们不让我出去，我就死给你们看。够了！你要在这继续胡闹到什么时候？如今阿烈为了一个燕南商女迷了心智，现在你也要为了一个燕南奴隶继续发疯吗？君齐罗已经死了，那个清明根本就不会回来了，他是早已回到了燕南。你今日就算死在殿里，他也回不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君齐罗死了？你给姑清醒一点儿！你跟那个燕南奴隶本就不是一路人，好好在店里待着，哪儿也不许去，否则，即便是追到天涯海角，姑也要把那个燕南奴隶给杀了。君齐罗死了，清明不会回来了。燕南奴隶到底给他下了什么蛊，让他变得如此偏执？来人，加派人手，守在清华殿外，不许公主踏出殿外一步。若有任何差池，没你们试问。属下已经派人去绝命崖寻君姑娘，那悬崖峭壁深不见底，这四周没有通往崖底下的路。贺吉奥已带兵去追放走君姑娘的人了。君姑娘去找绮罗。少主，少主，轩辕君已经去找了。少主，君姑娘已经。东瀛，少主，放走君姑娘的人，属下找到了。
昨日东瀛姑娘来过梅香别院，属下怀疑是她纵火放走了君姑娘，所以连夜派人在全城搜捕，最后在王城的门口找到了她。你跟启罗计划好了？我耐心有限，你是现在说，还是用刑具帮你说？没错，人是我放走的。小姐对我恩重如山，她想离开北轩，离开将军，我定当协助。将军要杀要剐，东瀛无话可说。所以，这真的是你们计划好的？所以跳崖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他还活着，你带他去哪儿了？你把他带去哪儿了？将军说什么？小姐跳崖了？这不都是你们计划的吗？你一定知道什么，对不对？告诉我好吗？告诉我，告诉我！我和他到城门口之后就走散。我以为小姐只是想离开玄府，离开将军。我若知道他要跳崖，我不会让他走的，我不会放他走的呀。对了，将军，小姐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一封信，本来想等她平安之后放在你房间里的。放了东瀛，取消他的追捕令，你我一别两宽，从此不复相见。君启罗，你好狠心！留给东瀛的是一条生路，留给我的却是一别两宽，不复相见。放了他，否则黄泉路上该怎么给他一个交代？东瀛姑娘，请吧。少主，今早昭敏郡主来府，他说君姑娘待他如亲姐妹。即使是君姑娘死了，她也绝不会嫁入玄府。她先去找王上退婚，也请你务必进宫。参见王上。你不在别府好好待着，来这儿做什么？王上，我与将军并未行拜堂之礼，这场婚事是否做不得数？你听不明白姑的旨意吗？姑说了，你们的婚期另择吉日。王上，此事本就是您错点了鸳鸯，我与将军不能在及时成婚，也说明了将军对此事本无意，为何您还要一意孤行？你是在质疑姑吗？昭敏不敢。你只管听姑的旨意便好。至于阿烈那里，姑自然会去说服他。郎主到。王兄，你还有脸来见姑？大婚之日，丢下新娘跑了，你可知满堂的贵宾等你等了多久？王氏因为你颜面丢尽，姑倒是要听听你的解释。此事任凭王兄处置，只是这场联谊，臣弟无法继续了。你还真是铁了心，
要为一厌男女子抗旨不成？臣弟今日来，就没打算安然无恙的回去。你可知如今你的身份，对北炫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？难道你要为了一个女人全部抛之脑后？况且，她还已经死了。只要我没忘记她，她就没死。臣弟从未忤逆过王兄旨意，但这一次，臣弟不再退让，还请王兄成全。那是君启罗自己执拗。当初，他如果答应姑为我北炫所用，岂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？敢问王兄，君启罗身为燕南人，以死明志效忠燕南，何错之有？若今日被俘虏的是臣弟，走投无路下，臣弟也会以此方式告诉王兄，臣弟对北炫忠贞不二。皇上，昭敏和将军本无感情，经昨日一番，昭敏也看到了将军对齐姐姐用情至深。何况齐姐姐，她与我凉州有恩，我又怎能恩将仇报，横刀夺爱呢？现在北炫所有人都知道烈将军深爱齐姐姐，若我还要嫁入玄府，恐怕会一辈子成为世人的笑柄。皇上，我有我的骄傲，好友之福，昭敏绝不能沾染分毫，请皇上成全。臣弟今生今世只有君启罗一个妻子，请王兄成全。臣弟知道王兄顾虑，君主一直被孙大人当作新任族长培养，虽为女子，却有不凡胆识。她定能继承孙大人衣钵，守护孙部，效忠北炫。将军说的没错，我知道您要我与将军成婚的原因，我定会向王上证明臣女的能力。昭敏今日以王父之名起誓，誓死效忠北炫，效忠王上。孙部答应，便是臣女决心。自君姑娘离开以后，少主哪儿都不去，就待在梅香别院。少主这些天不吃不喝，也不理政务，三不管的马贼横行，已经侵犯到了北炫的边境，搅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，也不是。
姑娘身体无碍，万幸她掉入海中时，你们的船只赶忙接应，才保全了他们母子2人。你说什么？小姐有身孕了？当然，这姑娘怀有身孕月余，再好好调养几日便可。老夫先行告退了。哎，这边请。少爷，你醒了。要喝点粥吗？少爷，好些了吗？为何开口叫少爷？我叫了少爷10余年，在北轩迫不得已称呼你小姐。何来开口之说？如今我们只要回到燕南，一切都应当回归正轨。早在几个月前，君非凡就死在了三不馆。如今在你面前的，是君家大小姐君绮罗。从今以后，你必须要开口。不是的，你为了争取时间回到燕南，不惜赌上自己的性命走水路，这一切不是为了要事情回归正轨吗？现在我们已在回燕南的路上，你却说要恢复女儿身，难道就是因为他让你怀了他的孩子？不，当我计划好回燕南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决定不用君非凡的身份了。君非凡能做的，君绮罗一样可以做到。君府失去的所有，我都会以君绮罗的身份，一笔一笔的夺回来。可是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皇上和君家宗室都不会认的。况且现在君家的产业还在君一爵手上，你以女儿身回去，你怎么和他争？君家长房已经失去了君家的控制权，就算我以君非凡的身份回去，也没有任何意义的。只是他是无辜的，我不希望他一出生就肩负着仇恨。启明，你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，不能让世人知道这孩子的父亲是谁。这些是我该承受的，我会自己去面对。我在玄府的时候得知，王上因怀疑我，将我全家抄家。但我细细想来，王上应该不会做如此荒谬的决定。王上多疑，在没有确定之前，他不会轻易有这样的行动。而且，若君家真的是被抄家了，那就是我叛国罪的罪名被坐实，那应该在3城张贴我的追捕令。可到如今，没有任何追捕我的动静，所以我想，王上终归是需要百宫传人的。他放出这个消息，或许为引我尽快回燕南。玄铁竟是一欲往燕南，等我们到了燕南，一切都会好的。
我先进宫面见王上，你去后门接应一下玄铁晶石，再捎封信给返乡的凌伯，让他赶紧回来。是。定会让君家恢复往日辉煌。你终于回来了。民女是燕南人，落叶归根，自然是要回家的。玄铁晶石找到了吗？民女已将玄铁晶石运回燕南。听说你在帮北炫玄部争夺狼主之位，此事当真？是，民女不敢否认，但只因玄铁晶石一开始在玄部被找到，后又转让给西部，民女先后潜入玄西两部，假意为他们夺得狼主，实则只是为了矿脉。皇上，民女没有半点背叛燕南之心，望皇上明察。如今北炫狼主已定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是，民女定当全力以赴守护燕南。起来吧。你是不是打算回归女儿之身了？不管我是君非凡还是君绮罗，只要能为燕南做出武器，对王上来说没有分别。只是这次因我迟迟未归，爱的家人以叛国罪被赐死，是我害了我的家人。此次不惜赌上性命，也要赶回燕南，一则是要向王上证明民女对燕南誓死效忠之心，二来也是想替家人善后，望王上成全。姑以这个方法逼你回来，果然有用啊！皇上此话是何意？君绮罗，你也应该知道，如果你继续留在北炫，对我们燕南是何等威胁。你对燕南还有用处，姑也不想与你生了嫌隙。其实我根本没有真正刺死君家，这只是个障眼法。果然如我所料。姑知道，你的家人对你非常重要，这也算给你最后的通牒。若你还执意不归，恐怕君家人真要为你的任性而付出代价。好在你及时醒悟，待你用玄铁晶石改良好弓弩后，姑便立马放你的家人。谢皇上恩典，民女定不负所望。兄长，兄长，小官，将军。爹，你腿怎么了？绮罗，你回来了。爹无碍，你别担心爹啊。爹，都怪我，是我害了你。皇上没有为难你吗？没有。兄长，你是何时回来的？他们居然说你背叛燕南，我无论如何都是不信的。是啊，兄长，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是不是吃了不少苦？为何穿着女装啊？你们放心，我一定尽快救你们出去。老爷，少爷，老爷，你看看，教育教育他。那个君，把气捋顺了再说，你慌什么慌？你不成功是有原因的，你知道吗？君家长房宅子大门被打开了，有人看到君非凡那个护卫邵其眠带着一个姑娘回来了。姑娘？
你说邵启明回来了，还带了个姑娘？是，难道君非凡的？爹，你怎么也跟着慌起来了？这个世界上哪还有什么君非凡？是人是鬼，我一看便知。儿啊，切莫单刀赴会。这是谁回来了呀？哎呦喂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常年养在前都的君绮罗君大小姐吗？怎么变好了？不装男人了？邵启敏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个真男人，你就把那个剑给我放下去。你好大的胆！爹在呢，爹在呢。男人啊，真男人。你调查我？看来你们俩不单只想抢走长房的产业，还处心积虑想扳倒君非凡，置我于死地。你少血口喷人！我跟你说，你这身份暴露了，你找你奶娘去！你找我们俩干什么玩意儿？哼，君玉珏，我真替你担忧啊。以前你输给一个男人也就算了，若是现在连一个女人都赢不了，你要怎么在王都混下去？你过分了啊！绮罗啊，你这趟回来是铁了心想代替君非凡的位置，与君家祖训祖宗家法为敌了？二叔啊，我也劝你一句，这么大年纪了，别老护着你这儿子，跟着他瞎折腾。你若是落得一个晚节不保的名声，你怎么跟君家的列祖列宗交代呀？你以为你还是当初的君非凡吗？一个女子想要掌家，那真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怎么，想凭你这3寸不烂之舌入君家不耻之史吗？况且你骗了大家这么多年，就是你早就该遭报应。报应。我该遭的报应，我自然会承受。只是二叔、君玉珏，你们给我记住，你们欺负我爹、抢我铺子的事情，我一定会一笔一笔的讨回来。启明，他们以后不许再进君家的门。启明，你可真是长大了啊！别碰我啊！有能耐了你！相爷，你找我？你可知君玉珏来此所为何事？我不知道。他说今日见君绮罗带着护卫回到了君家，这怎么可能？是北宣王，怎么可能放他回来呢？这话不是应该我问你吗？啊，你不是说玄虚已将他打入天牢，断不可能活着回来吗？相爷息怒，我这就去杀他。慢着，他若是不翻案，留着也无妨。看老夫怎么收拾他。少主，宫中有来信，请您立刻进宫面圣。知道了。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的。你放过我，好吗？绮罗，少主，娘，绮罗，少主。王上，郎主大人求见。宣，王兄，如今你当上郎主也有1月之余，有些事情早该处理。眼下孤要攻打燕南，你身为郎主，应责无旁贷。明明可以用和平的方式，王兄为何非要用武力解决？和平的方式？你所谓的和平之法，费时费力。明明一场仗就能解决问题，为何要动用如此大的精力？更何况现在百宫传人已经不在了，燕南失去了臂膀，现在不打，更待何时？可打仗苦的是百姓，无论是北宣还是燕南，百姓是无辜的。说到底，你就是因为君绮罗来反对过。臣弟是为了北宣百姓和将士。当初选郎主，就是为了集齐5部兵权。
去攻打燕南。如今你手握兵权，却告诉姑，这仗你不能打。1个月前，王兄已收罗部、西部、孙部大印。前几日，苏延德送上苏部大印。若王兄要全部大印的话，臣弟现在即刻奉上。现如今，王兄不仅集齐各部兵权，也实现了5部一统，大可和2城邦交涉，为百姓建立榷场，发展经济。若姑率先提出建立榷场，必先要在3部馆剿匪，还要派出使者去燕南、西乡谈判。届时，姑要耗费多少精力，让多少利益，才能说服这2个邦的王？赵光这个老狐狸，他会扒我们多少层皮，才能善罢甘休？明明一场仗就能解决问题，为何非要做如此吃力不讨好的事？无论如何，2邦之间的发展和竞争，都不能凌驾于百姓的性命之上。够了！不必再多说，此事姑意已决，这仗你别无选择，必须打。你这是何意？既然王兄执意要攻打燕南，臣弟愿交出虎符和郎主之位，还请王兄另派他人。臣弟说过，绝不会让2邦百姓因我陷入水火。如王兄执意要打，臣弟也只能以此方式完成承诺。皇上，您别动怒。他现在是翅膀硬了，屡次以下犯上，他真以为姑不敢砍他的脑袋吗？好啊，他不愿意打，有的是人愿意打。立刻把虎符交给苏部，命令苏延德起兵攻打燕南。太后，王兄，你可知苏延德在边境被燕南的3公闯弩射杀？臣弟有所耳闻。北炫阵前无将，你身为郎主，不愿领兵出战，看着袍泽死，你良心能安吗？王兄，战争对2邦百姓百害而无一利，臣弟恳请王兄，为了北炫百姓，撤兵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3番4次违抗姑旨意！呈上来。这是战场上缴获的燕南兵器。百公传人已死，哀家和王上不成想，这燕南竟还存着他所遗留的新兵器。这场仗打得十分艰难，哀家和王上能指望的，也只有你了。太后，这支弓弩与当年射杀父亲那支相比，改良了许多。苏延德在边境起冲突，尚不可支撑3日，即使臣弟带兵前去，也难保可以攻下。撤兵谈和才是良策。我们为攻打燕南筹备多年，如今边境已然备战，要是现在撤兵，定会被赵光所耻笑。太后，若无制胜准备，苦的永远是百姓。不如借此机会提出议和，在3不管推进榷场建立，3邦稳定和平才是大势所趋。还请太后王兄重新考虑榷场一事。议和。
一定要你带兵出战呢？恕臣弟无法从命。你先下去吧，哀家和王上会从长计议。方才那弓弩构造复杂且精密，这真的是你的遗作吗？也许我该去你曾经生活的地方看一看。少主，恢复收拾一下，随我去雁南。雁南，走。这个阿烈，冥顽不灵，无法无天，哪有一点狼主的模样？阿烈说的没错，雁南有此新兵器，若真的开战了，咱们未必能占上风。冒进已然不可取，阿烈不愿率兵出征，阵前无猛将，王上就算不愿意，如今也只能议和了。罢了，不日，孤会派使者前往雁南。启禀王上，边境那边传来捷报，北宣苏部首领苏延德被我方将领用3弓床弩射杀，当即死亡。玄旭统一5部，目标果然是雁南，可这次为什么不派新郎主来呢？这位苏部首领向来莽撞，前不久刚交了苏部大印，估摸着是想急于邀功。他的领地距我雁南又近，这才迫不及待地带兵来犯。可谁知，立刻被百弓传人改良的3弓床弩射死了。玄旭自小就是他母亲把持朝政，现在他掌权了，当然要做出一些成绩出来，不然怎么服众呢？要怪就怪他们没有本事把军启罗留下来。皇上，说到军启罗，他已在殿外等候多时，王上是否要宣见？民女参见王上。哦，起来吧。谢王上。王上，3弓床弩民女已经完成，听闻王上也已经投入使用，不知何时才能放了民女的家人？你可知道北宣以来攻打我雁南了？民女知情。这次幸而有你改良的武器，否则苦的就是我们雁南的老百姓了。哎，你对这场战争有什么想法？民女不敢斗胆妄议朝政。哎，但说无妨。民女斗胆提议，王上可与北宣议和。他们挑衅在先，还要孤议和？你觉得孤会怕他们吗？自然不是。民女知道王上从不惧怕北宣，可王上方才所言，不管两边谁先开战，受苦的都是百姓，而王上最是体恤百姓疾苦，所以这么多年才会致力发展雁南的经济，为的就是让百姓能过上更好的日子。因此，民女斗胆猜测，王上并不愿开战，早有议和的打算。孤果然没有看错你啊！孤这几天也时常在想，孤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你这个奇才留在我雁南？既然你那么聪明，你为孤想一想。王上，民女不知王上何意。其实你早都已经过了成婚的年龄。孤的王世子文武双全，一表人才，跟你非常般配。王上，民女不能嫁给王世子。你想抗旨？民女不敢，只是民女出身商贾，身份低微，不敢高攀。唉，
无人在乎妾室出身，你放宽心便是。我要是不答应，爹爹他们肯定不会被放出来。谢皇上赐婚，民女还有一事相求。说。民女作为君非凡时，一直以男装示人，所以民女斗胆，想求一场盛大的婚礼，亲手缝制嫁衣，弥补多年未为女子的遗憾。哦，好吧，你嫁入王室这样办也说得过去。你先退下吧。是。送份礼物给君府，告诉他，姑不会等太久的。是。你们已被王上赦免，可以走了。定是兄长救了我们。爹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爹，且慢，王上请君老爷去宫中一叙。你们不必担心，皇上既然已经赦免了君家，就不会为难我。你们赶快回去，家里还有很多事，多多帮助兄长。啊，走吧。你们几个把那边打扫干净。是。秀捆，将军。兄长。我就知道是兄长把我们救出来的。以后啊，要叫长姐。舒婷，你来啦？你是秀捆的长姐啊！早听秀捆说，长姐与兄长最为相似了。今日一看，果真如此啊！你就是秀捆的未婚夫郑公子吧？是的。长姐，兄长不在，你是如何把我们救出来的呢？非凡在北炫无法脱身，他为了证明没有背叛燕南，以死明志。我在前都听到非凡身亡的消息，就马上赶回来见了王上。非凡兄长果真死在了北炫，大娘子还见到了王上。我以王商名义陈情，打点了各种关系，花了1个月才见到王上。王上已经放了君家，所以你们呀，不用觉得自己低人一等。看清你们的人，才是不明是非的浅薄之辈。不过长姐，狱卒说王上要留父亲续世，我有点担心。不必忧心，王上只是留父亲在宫中，共议新业联合之事。那便好。非凡兄长一身傲骨，实在令人敬佩。可是女子终究还是要倚仗男子的。他死后，君家长房再无男丁倚视，往后可该如何是好啊？女子终究要倚仗男子，那我二姐日后嫁你，你能如何令她倚仗？我自然会让秀捆成为诰命夫人。我二妹要的不是承诺，而是夫君脚踏实地，别嘴上说的好听。若是春闱不中，春闱不中多忌讳。今日女大娘子手面已经如此咒我，我只是好意提醒你。我二妹有很多话说不出口，自然由我这个当长姐的来提醒你。早知你们君家人如此看我，我今日就不该来。哼！哎，舒婷，这个郑舒婷心高气傲，受不得半句非议。秀捆若是再这样顺着她，以后肯定会吃亏的。长姐，你何时对男女之事如此了解了？爹的腿是怎么伤的呀？你可知我那些室友们以你下狱没少嘲笑我，
原本今日是该你登我家门，向我赔礼才是。你那长姐倒先给我脸色。你别生气，长姐说话是直白了些，但也不是无可取之处啊。你也是这么想我的？我自是信你能中春闱，但也希望咱们往后低调行事。毕竟我家产业现在被堂兄抢走，他本就忌讳我们。若你的话被他听了去，怕是要为难你的。皇上究竟要留伯父到何时啊？伯父不回来，岂不是每天都要担心你被那堂兄欺压？虽然长兄和爹爹现在不在，但我们还有长姐呀。长姐她虽为女子，但无论眼界还是谋略，都一点不输男子。日后我们要团结些，帮着长姐，长房定能恢复往日风光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距离春闱还有段日子，还有需要他们君家之主。秀坤呐，方才我生气也不是针对你，你要知道，女子作奸本就要被戳脊梁骨的。那几天家人总是劝我退亲，可我心里只有你。我希望和你白头偕老，所以今日才会力排众议来到府上。什么？阿烈去了燕南，可有带兵？少主只带了罗琦一人。倒是学会先斩后奏了。如今孤已派了使臣去燕南，商讨兴建阙场。如果赵光此时以为孤表面谈和，背地里却派了郎主过去，他该作何感想？难不成他想再掀起事端不成？少主离开北炫时，换了一身普通百姓的服饰，并让臣千万回禀，他会全程隐瞒自己的身份，定不会挑起两邦之争，破坏和平谈判。孤实在是不明白，如今君启罗已死，他还去燕南做什么？少主曾说过，玄术大人的案件尚有疑点，燕南是查清案件的关键，这次前去也有此用意。罢了，随他去吧。不过，只有罗琦一人，孤不放心。你立刻拿着通牒，也随着去。若有任何消息，要及时飞书回禀。记住，一定要保护好他的身份。是。来人！公主，让所有人都进来。是。这是本公主新研制的香料，你们都来闻一闻。你们都愣着干嘛？王兄只是不让我出宫，又不是让你们连我的命令都不听了。哎呀，快来呀！快来快来！你们围成个圈，每个人都得闻啊，不闻不许走，听见没？快闻，快闻啊！王上，皇上，哀家刚刚去了清华殿，见倒了一地的奴才，责问后才知道是清后在香料里下了迷魂散，他趁着这些奴才们晕倒的时候偷偷跑了。什么？传今日的护卫过来。是。公主是跟随贺副将出的宫门，因贺副将是奉王命出宫，属下以为公主也是奉王命一同而行，故没有阻拦。属下失职，请太后王上责罚。你自己下去领罚吧。是。此次清后，怕是跟随贺基瑶去燕南了。这燕南路途遥远，没人呵护他，这万一在路上碰到什么危险，可怎么办呢？皇上，你赶紧派人去找他回来。母后，如今清后已关了1月有余，怕是早已受够。
若是这刚出逃，我们就把他强行带回，怕是会再生事端。你也不想旧事重现吧？姑看此次便随他去吧。姑会派人送信去给贺基尧，让他好生的保护秦寇。若是有危险，立马将他带回。金明，等我，撤！公主，等等我！撤！撤！有些凉了，我去热热。罢了，宫中炭火都被那些内官克扣尽了，凉了便凉了，能果腹就行。冷州便罢了，为何馊了还要送来？娘娘虽被王上禁足于此，可也不是畜生，何须如此对待娘娘？叶儿被送走之后，我便没了靠山，自然人人都能欺负到我的头上。也不知叶儿过得好不好。她自小就体寒，边关那等荒凉之地，她如何能守得住？娘娘，您一定要振作起来，总有一天会等到义世子回来的。小主子这一去西厢，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，我就给你们多做了一些小主子爱吃的奶糕。之前小主子带回来的那个君姑娘特别喜欢吃。嬷嬷，我们走了。东瀛，小主子，到了西厢可要托人报个平安啊。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，日子还是要往前看。是大人。新密，我必须在我爹回府前把君家长房的产业拿回来。这几日你陪我去看一些新的店铺吧。锦之房若是拿不回来，就只能再另找新铺，重新打响君家的名号。你看了2日，走了好几条街道，那么多店铺，不是涨钱就是你租出去。若是繁华街道也就罢了，这就在军府的后面，平时也不见付这么多呀。看看这家吧。老板，老板，你说的这些你都记住？哎，哎呦喂，这不是我那无所不能的堂姐吗？怎么又是你呀？要打是吧？来打我呀！哎，原来是你在背后搞鬼啊！以前呢，你是个男子，生意啊自然好做。可你现在是个女子，请问你拿什么和我比？让我猜一下，你刚才在其他店铺碰了不少钉子吧？君玉珏，你就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方式维持脂肪的？做生意啊，你只要把钱握在手里，什么方式重要吗？少爷放心，你交代的我都记住了。哎，堂姐不用送了，我自己腿长，我能走。慢走啊！
不好意思啊，二位。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了。走。这个唐婷，每次见到他都气得我头疼。他若是能将想这些坏点子的心思用在正道上，说不定还能干出一番事业。君一爵处处提防你，今日亲自打点莲花香，想来也是没别的招了。不过板密一疏，总会有他顾不到的人。那好，买我家的这个，今天就没事了。少主，这果然和咱们北轩不一样啊！这街上都能闻到花香。呀，美女贵姓啊？登徒子。什么味道？哎，我扶您回去。我没喝，没事，不用扶。哎呀，不用扶。哎，你们是谁？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我可是君家大掌柜。哎呦！哎呦！味道！诚心对面新开了一家胭脂铺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们一起去啊！行。放心，一定没问题。少主，我先去问问有没有客房。哎，你好，客官，打间还是住店啊？住店，2间上好的客房。好嘞。小二，君府在哪？您是君家远亲，不是小的多嘴啊。听闻上个月君家长房大公子犯下大罪，惹怒王上，死在了外面。如今君家是死的死，伤的伤。人人避之不及。看您二位是贵客，所以多句嘴。君家的事儿，您还是莫要再问了。你只需告诉我，君府在哪？从这往前走，沿河最大的那家府邸便是了。君绮罗，这么巧吗？赶着出门啊？走吧，跟我一块去官府。什么意思呀？你这脸谁弄的呀？我这脸，哼，你还好意思问我什么意思？君绮罗，我还想问你是什么意思？你的人把我给打了。我什么时候找人打过你？你外边结了这么多仇，凭什么说是我找人打的？嘿，我就知道你死不承认，我这有证据。哎，你帮我掏一下呗，我这手掏不到。嘿，看见没？这哨子是打我的人掉下来的，是北炫狼谷所制。全王都就你去过北炫，我看你怎么狡辩。
雁南的北边呢也有狼群，有，而且这一看就不是北炫做的东西，没见识。君绮罗，注意你跟我说话的态度，你赶紧给我让路啊！哎，啊！那些是什么人呢？他在剑上淬了毒，他想要我的命。大人，我观察君绮罗1月有余，并无翻案迹象，倒是一直在找心腹。哼，君玉珏拿走君家产业，对君绮罗来说是个不小的麻烦。既然这样，你就多帮帮那个君二少爷。正是商号眼看就要压过君家一头，不能让君家长房死灰复燃。是。少爷，少爷，没有的东西！来人！少爷饶命！别让我再看见他！少爷饶命！少爷饶命！少爷饶命啊！啊，停手！相爷息怒，鸟飞了，预示着相爷飞黄腾达，这可是祥瑞之意呀。若是杀生，怕坏了寓意。这小厮恐是刚到府上，不懂规矩。但一来就给相爷如此寓意，小的亲自调教，以后定是个可以用的奴才。也就你懂得让本相宽心。退下，起来吧。以后你就跟着我。我不在府里，莫要在相爷面前出现。多谢郑管家救命之恩。怎么了？见来人不是你们的主子，很失望吗？我们身份特殊，任何人知晓我们身份，都得死。你先退下。是。你还瞒了我什么？那日我本想亲口告诉你，我的代号是麒麟，是王上身边见不得光的暗卫指挥。御茶司是王上专门培养，用来监视百官及复古的暗卫组织。我13岁起就被安排进入君家，虽然我是王上的人。可老爷和小姐待我如家人，我也早已把君家当成自己的家。我从未做过对不起君家的事。终于等到你亲口跟我说这些了。小姐早已知晓。王上对君家的事情了如指掌，我就有所怀疑。只是你这么多年以来，行事太过小心，有些时候。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脱虑了，但我们也一直把你当作家人。我来这里之前去见了一趟皇上，他说北炫来信弹劾，战事一时不会掀起了，他希望我尽快完婚。少主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君姑娘在天之灵，也不愿看到你如此自责。
你要娶君绮罗？敬王上恩准。他知道你身份了？卑职无能。为什么时间那么巧合呀？卑职不敢欺瞒王上，是手下无意漏了线索。小姐本就心喜，卑职也无法继续隐瞒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她嫁给世子？卑职斗胆揣测，王上是想以此将百宫传人永远留在燕南，为王上所用。但世子与世子妃恩爱有加，若君绮罗入世子府，恐白添世子烦恼。若能让卑职娶了君绮罗，一来能为王上一辈子看守百宫传人，二来也能替世子分忧。你真的喜欢上他了吗？姑没有怪你，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。若你娶了她，就不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，你也可以好好盯着她。这是一桩好事。如今这南北暂时也不会起什么纷争，你们就择日尽快完婚吧。是。张姐，我们这得找到几时啊？快跑！张姐，你去哪？这儿怎么样？啊，张姐，你确定要租这间吗？这间占地面积小，又在客流量最少的巷尾，实在不是做生意的好地方呀。掌柜，我走遍了整条街，对比了好几家店铺，最终才选到这款胭脂，我家小姐定会喜欢。好，那我给你包起来。这街尾人流量虽少，但是能走到这儿来的人，一定是奔着好路来的。只要我们能保证货品的质量，总能大享名声的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而且啊，这里离军府还近，我们能省不少劳动力呢。走吧，我们找人打听一下这店铺掌柜的住处，拿包好茶叶去拜访他一下。好。少主，你就别再买了，咱们也不知道人家喜欢什么，况且军府的人也不认识我们，人家还不一定放我们进去呢。绮罗喜欢红豆，可以买红豆。少主，你在找什么呀？绮罗要租巷尾那间店铺，那么小一间？是的。哎呀，君绮罗呀，君绮罗，想不到你被我逼得走投无路了。所以啊，我说呀，这人呐，不成功，他是有原因的。是。来，你过来。哎，你去找那间店铺的老板，要出2倍的价格哦。那间铺子千万不能租给他。明白吗？行，小的现在就去啊，去吧。小姐到了。你找谁？你们家老爷在吗？我想找他聊聊。
老爷不在。小姐果然如你所料，君玉珏已经派人暗中盯着你动向，一直有人守着门。那我们也守着呗。君玉珏的人不敢动手，你去后门看着，我们在这里守着。嗯，好。张姐，要不咱回去吧？你们两个怎么夜不归宿呀？也不叫上我。来，冻坏了吧？快披上。来。快捂手吧。正好，今年我们3个都没在一起守岁，今晚倒是补上了。我真没想到，原来做生意刚开始这么难。是啊，一开始呢就要先考验你的耐性，你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。七楼，我终于来到你生长的雁南了。明日，我去拜访君府，你如果在就好了。哎，你们怎么还不走啊？你等我一下。我想见一下你们家老爷，可否帮忙通报一下？你等一下。张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张姐，小姐，张姐，这是怎么了？大夫，我张姐她怎么样了？啊，无碍，因为着凉动了胎气，静养几日便可恢复。动了胎气，大夫你没诊错吧？胎儿已足2月，不会错的。我开些安胎的药，你们让他每日分3次服下便好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孩子的父亲是谁？等小姐醒了，让她亲口告诉你们。我去送大夫了。齐明哥就是个闷葫芦，什么都问不出来。张姐瞒了我们这么久，定是不想我们为她担忧。齐明哥最是了解张姐，这会儿他也拿不定主意，要不要继续帮张姐隐瞒。你就不要为难他了。居然已有2月身孕了，张姐这些日子究竟吃了多少苦？你说什么？君家大娘子未婚先孕，已足2月。你小点声，出去！你怎能不顾礼教闯入张姐闺房？君家女子不自爱，做出如此不耻之事，还有脸跟我谈礼教？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我脸往哪儿放？郑家的脸还要不要啊？你说谁不自爱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家门不幸，我要退婚！哼！而且，你觉得张姐丢脸吗？当然不了。张姐从小到大都不曾为自己活过一次，虽然不知道她这次为何未婚先孕，可我倒觉得
像是他无声的反抗。张姐，应该是想为自己活一次。无论长姐做任何事情，我都支持。可是郑家那边，张姐做了这么多，都是为了这个家，我又怎能只顾着自己呢？若是郑家真要退婚，我不会为难他。你们一个个的，我千叮咛万嘱咐，我叫你们把军启罗给我看紧了，看紧了！你们一个个，他不成功都是有原因的。你派些人去把那店铺老板给我打一顿，给我狠狠的打，死死的打，打得他连爹妈都不认识他。从昨晚开始，那宅子前后有不少黑人看守着，我们的人包围了一夜，没法动作，不然怎么能让那君家小娘子捷足先登？你再给我派一些人去梨花巷给我盯着，但凡军启罗要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立马向我报告。是，滚！走。军启罗，我不可能给你任何机会。郑兄何必愁眉苦脸啊？没了君家娘子，还有赵钱孙李家娘子，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？李兄此言差矣，在下并不是在为君家娘子发愁，在下苦恼的是，接下来我该选择哪一家娘子呢？不愧是郑兄啊！郑淑婷，王二姐还在家为你落泪，你倒是先想着寻新欢了。我与君家再无关系，你管这么多做甚？拿着戚家的银子吃酒温书，装作一副世家豪门的模样，却在戚家最难过时转身离开，根本就是骗婚！你骗婚！我警告你，之前君家打着帮衬郑家的名义给了你们部分彩礼钱，你若是不取，便将那份彩礼钱给我还回来，否则别怪我带你去报官。方才是我喝多了酒，为了面子说了几句胡话，我何尝不想袖款？哎，当时是我气糊涂了，一时不知该作何反应。你放心，我明日就去道歉。真不知道二姐看上你什么了。少主，这是叶南探子刚刚送来的情报，这是君非凡的画像。君非凡，啊，画像上那个。邓秃子，你跟踪我干什么？不是，跟踪我干什么呀？我不是邓秃子，我刚不是帮过你吗？而且，我像邓秃子吗？还说不是邓秃子，笑得这么猥琐，我警告你，你再跟着我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哎，少主呢？三小姐，店铺租好了，我亲自看掌柜案的手艺。太好了，长姐总算没有白费力气。走。长姐，你醒了。远远的就听到我们将娟受欺负了。谁敢欺负我呀？长姐，店铺签下来了，秦明哥亲自看着掌柜摁的手印。
张姐，你这一路吃了好多苦吧？你们都知道了。孩子的父亲，这故事说来话长，我找一日好好给你们说说。我眼下担心的呀，是我未婚先孕的事情传出去，会影响你们的名声，所以之前都没敢跟你们说。张姐，你放心便是，什么名不名声的，都没你身体重要。齐洛，你还活着，你没死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本想来你生活的地方看一看，我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。雪莲，我说过，你我此生不复相见。你活着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若不是我来燕南，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瞒着我？你不该来燕南的。你既然已经奉旨成婚，你该好好对赵敏。我没和赵敏成婚，我本来和赵敏已经计划好了。不重要了。自我跳下绝命崖那一刻起，你我已经恩断义绝，你的事情与我无关。怎么会不重要？你我之间发生了这么多事，都不作数吗？宣莲，你别把自己想得太重要。齐洛，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，对不对？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跳下悬崖，让我以为你死了，后半生都活在痛苦之中。是，因为只有我死，你才能够放手。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？你若赌输了，你真的会死。那我也认了，我宁愿粉身碎骨，
也不想和你再有任何瓜葛。你宁愿死，也不愿和我在一起。玄烈，又是你！你是他的同谋，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当初小姐因为你差点命丧北轩，就连军将……不必与他多言，请他出去就是了。齐洛，你就没话想对我说吗？离开雁南，永不相见。玄烈，你也听见了，小姐与你再无瓜葛。你若再敢叨扰我们，王上便会知晓，北轩狼主潜入雁南，绝非真心议和。好，如你所愿。小姐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放心吧，他的出现不会改变任何。我不是担心玄烈会对你做什么，我在乎的是整个军家人的安危。你可知王上也怀疑你产生了异心？若他知道北轩狼主单独潜入军家与你见面，哪怕是有一个人告密，定会坐实军家的叛国之罪。更何况，老爷此刻还在王上手上。我明日便会将我们即将成婚的消息告诉将军跟秀坤，让他们先准备起来。只有我们俩成婚了，玄烈的到来才不会给军家带来危险。怎么可能啊？你说，君姑娘还活着？她还好吗？她从那么高的悬崖上掉下去，她没受伤吧？好，她好得很。那就太好了。少主，您因思念君姑娘才来的雁南，如今发现她安然无恙，便可继续留在雁南，和她再续前缘，不是？谁说我要留在这儿？你啊！既然她宁死都想离开，那就成全她。明日启程，回北轩。别！少主，我们赶路赶了这么久，明日就回吗？完了，君姑娘定是还没有原谅少主。少主，什么？长姐，你要和齐明哥成婚？齐明挺好的，若是要成婚，他是最好的人选。长姐说的对。齐明哥从小在咱们家长大，对长姐忠心不二的，爹爹对他也十分满意。况且长姐如今怀有身孕，若是能与齐明哥成婚，日后便可堵住悠悠众口。看谁敢说三道四的，我第一个打得他满地找牙。不过长姐，你为何突然决定嫁人呢？好了，长姐，无论你做任何事情，我都支持你。婚期定在何时？我要给长姐做一件全王都最好看的婚服。如今我们刚租赁了店铺，进货银两尚缺，我去找找之前合作过的商号老板，再商量商量，等一切安排妥当，便可成婚。可长姐已无君非凡身份，又有堂兄从中作梗，那些掌柜能愿意吗？放心，以前君非凡可以撑起君家商号，如今君绮罗一样可以。我会把君家失去的一切，一样一样的拿回来。大小姐，郑公子来了，说是专门找二小姐登门道歉的。二姐肯定要原谅那郑淑婷了，
也不知道二姐到底看上他什么。昨天还在他那群狐朋狗友面前大放厥词，说苦恼接下来要选择哪家娘子，被我狠狠教训了一顿。长姐，你说二姐日后嫁给他会幸福吗？秀捆的事情还是让他自己做主吧，我们再看看。秀捆，我今日路过永芳斋，特意为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糕点。你不是要退婚吗？还来作甚？秀捆，我那日一时气话，你千万别放在心上。我和你情投意合，怎么会退婚呢？你也知道，我家书香门第最重颜面。那日听闻你长姐怀孕之事，我一时心急，这才口不择言。回去思量过后，我发现你与两位姐妹不同，你最是乖巧懂事，我不应将长姐之事怪罪于你。我长姐为这个家付出的最多，我不允许你这样说的。好，不说。那，你别生我的气了。少主，我们要尽快出城了。既然我们要回北炫了，我们得加紧脚步啊！现在是两城邦正在议和的阶段，万一我们的身份被发现了，会很麻烦。少主，你若是舍不得君姑娘，我们可以在雁南再多待几日。我是想给贺继尧带点雁南特产。贺继尧用这个。给清寇。哦，对，清寇公主，对。少主，那是不是君姑娘？我们要不要追上去？要去你去，去啊！嘴真硬。王掌柜，您是？啊，我是君非凡的长姐君绮罗。啊，早就听闻君大娘子回来了。娘子今日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王掌柜现在可有时间？我们聊上两句。啊，有时间，但说无妨。我是来找你一起合作赚钱的。王掌柜应该也已经听说了，我们要重新开始做纺织的生意，在临街呢也租好了新的店铺。过几日王宫就要甄选绸缎了，我们也制造了新的面料，届时一定能拿下那批订单的。大娘子，非凡在世时，对我是多有照顾，我铭记在心。您是非凡的长姐，若是其他的事情，我一定帮忙。但是，这个合作，还是算了吧。我知道，君玉珏跟你打过招呼了吧？君姑娘既然已经知道了，我就不兜圈子了。君家在雁南可是第一商号，您说谁会为了您去得罪他们呀？我劝您一句，还是放弃吧，别到时候以卵击石。王掌柜，你若是不试一试，又怎么知道谁是卵谁是石呢？你这些珠宝都是从锦绣珠宝行进的吧？以前给你的价格可还公道，品质也还行吧？若不是非凡帮忙，我这小店儿早就关张了。君玉珏接手之后，给你涨了不少价吧？这货品质也不行啊。哎呀，这君玉珏涨价之后一直给我提价，你说我这小家小业的，我们也得罪不起啊。巧了，我前几日呢与奥龙堡的石当家签订了一批白玉石订单，若是王掌柜想要的话，倒是可以转让给你。此话当真？只是这好东西呢，只能给自己人，前提是王掌柜要成为我的东家。那我又如何知道君姑娘所言非虚呢？质地细腻，柔润光泽，是奥龙堡的白玉石。果真是白玉石的契约，如何呀？但是别但是的了，我们的契约呢，我也都拟好了，只要你签了这份契约，这批白玉石就是你的了。你出200贯，未来可分店铺2成利润。
放心，你跟我合作，一定会让你赚钱的。好。少主，君家的生意被一个叫什么瘸的人给抢走了。现在君姑娘正在筹钱，打算开一个新店铺。你去查探一下，君家长房现在状况如何？那今日我们还回吗？不能回，我这就去查。好气派。客官，您看您需要什么，我帮您介绍一下。你们掌柜君非凡呢？啊，这位客官一看就不是本地人。你又为何知晓我不是本地人？君非凡出门行商，死在三不管了。现在整个王都人人皆知。你看，看我，君玉珏，如今才是君家大掌柜。哦。君玉珏，原来就是你这个混账！哎呀，听说过我？没听说过啊。但我知道你欺负过君姑娘。不是你谁呀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竟敢欺负君姑娘。今日我就要好好教训你，让你知道什么人是不能惹的。你给我放开，不然我就……疼了！别叫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离君姑娘给我远点，赶紧把这店给我还回去，不然我每日都来揍你。就是他！哎，起来，抓我干嘛？走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少爷，我的手，哎，轻点！你们抓他呀！我干嘛？柴大爷，就是这个男人，你们一定要好好教训他！别抓我！我去你的！放开我！快！你来做什么？我本来不想打扰你的，但是罗琦被官府抓走了。那你应该去找官府，来找我做什么？我的身份特殊，所以能不能麻烦你将他赎回？长姐，王掌柜答应和我们一起合作了吗？嗯，我就知道长姐出手定会成功。他是？不认识。长姐，明天要去采买纺织机和蚕丝了吧？目前银两还差一点，我再想想办法。你这几日再去找几名长工，这店开起来还需要几名工人。对了，你帮我去官府赎个人。谁啊，长姐？名叫罗琦，你打听一下他到底犯了什么事，无论多少银两都把他赎出来。罗琦？此人是长姐的朋友吗？不是，但他曾经帮过我，是一个可爱的人。长姐放心，我定会将此事办得妥妥当当的。草民参见王上，不必起来了。谢王上。君绮罗既已完成了30连弩改良，孤也该大赦君家。只是他去了北宣那么久的时间，孤实在是有点忧心啊。绮罗只是前去寻找玄铁晶石，绝无二心，请王上明鉴。哎，这个孤知道啊，孤当然信他。孤只是觉得他早就已经过了婚配的年龄，现在还到处奔波，你这个当父亲的不称职啊。是，这样吧，我帮你做主，把他许给了君家里面的护卫邵其民。他们2人彼此年少相识，也非常熟悉。这个也不算是我乱点鸳鸯谱吧。等她嫁人后，就在王都好好过日子，别总想着往外跑了。你意下如何？谢王上恩典，
绮罗与其民从小就青梅竹马，草民也有心促成二人的婚事。如此一来，也是了却了草民的一桩心事啊。那就好，他们的婚期很快就要到了，姑呢，就不留你在宫中多待了。谢王上。恭送王上。那个便是你要找的人。是他。请问差大哥，他是犯了何事？他犯的事儿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打了锦绣坊的掌柜君玉珏。这登徒子还算干了点好事。不过谁让你当初不长眼惹了本小姐？那就让你先尝点苦头。已经杖责30，姑娘若想保释，签字带走便可。大哥，我再给你100文，你能否再关他3天？啊！我们王都并非法外之地，若是人人都学这位公子的行事作风，那巡街的捕快大哥岂不是日日头痛？这牢房还装得下人吗？不如定他个绞耳治安之罪，关他3天，以儆效尤。这是3天的房钱。姑娘说的极有道理，我这便与牢头说起啊。此时可千万别告诉这个罗琦。明白。你笑什么啊？果真是个愣头青啊！在我手上吃了一顿教训还不够，竟然还敢打人！我这还不是为了君姑娘。我听长姐说你曾经帮助过她，你们是如何认识她？此事说来话长，但若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是君家的3小姐吧？那是君姑娘让你来赎我的。正是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替你疏通打点好了，你只需在此处再待3天，便可出去了。我挨过板子了，为什么还要再待3天啊？打人可是重罪，若非我使了银钱，你怕是要被判斩首、流放之刑。你不谢谢我，还挑三拣四的。本姑娘真是一片好心喂了狗。蔡叶楠，我不伤人性命也这么严重吗？那我可真是幸运哈，遇到了你这么一位大好人。喏，牢中伙食不好，我给你带了一些蜜饯，你快尝尝好不好吃？哎，那你若出了狱，可有什么打算？识字吗？不识字也无妨，做些粗活总是会的吧？会，我有的是力气，会做粗活，而且我识字儿，我还很爱看画本子。画本子，我也爱看画本子。那你若没出去，不如来我家好了，我们还能一起研究画本子。姑娘，你的意思是？我们君家正好在长期招工，你若过来做工，我保证不会歧视你，每个月还给你10文钱做工钱。少主嘴上说着不在乎，心里一定想追回君姑娘。我若能打入君家内部，就可以给少主传递消息，那我岂不立了大功？你方才说，此人认识君绮罗？啊，那个人口口声声说要替什么君姑娘教训我，除了君绮罗，还有哪个君姑娘？都不是君非凡了，做事还那么嚣张，泼妇！你注意点儿！你想让全燕南都知道君绮罗就是君非凡吗？那我这……老爷，君绮罗已经说服了几家掌柜，与他合本进入新铺。什么？哎呀，下去吧。是。看来这君绮罗果然不好对付。哼，只不过是间小店铺，还想跟网商号比，他差得远。玉儿，你别忘了，当初就是他把君家的几间店铺发展成了燕南第1商号。哎，爹，您多虑了。您望眼观看，看到没？现在整个王都啊，都是我们君家的天下。而且呢，我跟各大商号掌柜的说好了，谁都不允许和君绮罗做这笔生意。他开间店铺，这没有订单，他还开的什么店铺呀？我儿思虑长远。
只有1炷香的时间啊。君三小姐真是个人美心善的好姑娘，我却还利用她的善心进入君家。以后我只要进入君家，我就好好干活，一定不会辜负她。少主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哎呀，好了，怎么样？可有受伤啊？现在没什么大碍了。对了，你刚刚说君家三小姐什么意思？哦，这君姑娘让君三小姐过来赎我。君三小姐说我这坐了3天牢，身上背了案底，在雁南很难找到活，但她不嫌弃我，却让我去君家干长工，说每月给我10文钱，还包吃住。她果然还是在乎我的。你答应了？当然啊！你整日因为君姑娘郁郁寡欢，若我能成功打入君家内部，便能时时刻刻给你通报消息，这样你和君姑娘不是也可以早日和好吗？我何时说要与她和好？行了，看你平安无事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只是看来我们要在雁南多待些时日了。你在这里好好思过，等君家三小姐来接你做长工。少主，通风放心哦。君家长房到底发生何事？哎，说起来有点惨，大老爷前不久腿瘸了，全家上下先是被下了狱，后又被王上赐死，家里财产都被二房给夺去了。哎，可不是怎的，这常年养在前都的大娘子回来了，2娘子和3娘子也死而复生，这3姐妹还盘算要开店呢。可是这二房处处为难，这3个小娘子想要开店铺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长姐，我刚听闻有位西乡商人要在王都订购15万匹绢。听谁说的？整个王都都传遍了，现在各大丝绸行掌柜都在议论此事。我们店铺刚起步，若是能拿下这笔订单，就能迅速在王都站稳脚跟。可是我们店铺太小了，即便谈下来，也做不出来。况且堂兄他们肯定会对这笔订单虎视眈眈，我们毫无优势。这么大笔订单，放眼整个王都，除了我们商号，谁有这个生产能力？玉儿，这笔订单咱们要是能谈下来，这半年都不用愁了。关键我们的实力就摆在那儿，我们想低调，不允许呀！据说他是一概不见客，2日后所有商家带着报价去醉香楼找他谈。你还是亲自去盯着吧，务必拿下这笔单子。相爷，我们现在最大的对手就是君家商号。君家商号没有了君非凡，这君玉珏，实在是不足为惧。相爷准备何时收了君家商号？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小姐，这次出价我们胜出。西乡商团约在这里见面商谈。巡礼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自然是来谈生意的。那个要订15万匹绢的商人，是你？
你堂堂伪装成西乡商人，你是故意的？你该不会以为我是为了你吧？不是这个目的。难道你真的要订15万匹绢吗？北旋纺织没有雁南发达，我好不容易来趟雁南，总不能空手而归吧？就算我是看你处境艰难，想要帮你一把，以你现在的态度，也不会领我的情吧？3家报价里，只有你的报价最低，我这才考虑和你合作。若你不想要这笔订单的话，那我就……不管你什么目的，我确实需要这笔订单。与你合作，你对这批货有什么要求？没有要求，我信。相爷，订单最终还是被军启罗给抢走了。他那么一间小商铺也敢抢那么大的单子？我原本以为我们的价格比君玉珏低10文就能拿下这笔订单，没想到军启罗也参加竞争，他的价格估计比我们还低。哼，就奇了怪了啊！下这么大笔单子，事先应该把各大商号的背景都调查清楚才对。为什么选择与军启罗合作？去查一下那个人。是。大人，君玉珏求见。相爷，我的相爷呀，我的命好苦啊！君启罗那个女人，她欺人太甚了。她开起店铺也就算了，毕竟我是那么大度的一个人，但是他们15万匹绢那笔订单也给我抢走了呀！别哭了，对付军启罗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啊！君二少爷，相爷帮你，你该如何答谢相爷呀？相爷，您说吧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我义不容辞。我要你商号的20%利润。啊？君二少爷，所以你不成功是有原因的。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呢？好，2%利润，就2%利润，我给你们，但前提是你们把军启罗把我除掉，我不想再看见他。怎么是你？居然还扮成商人！小姐，你万万不能再信他。邵启明，我刚和启罗签订了契约，以后还要一起共事呢。回家再说。刚才将军过来说了，秀款已将小姐的婚服准备好，就等小姐回去试穿。你要成婚了？是。和谁成婚？我与小姐后日便会成婚，今后你不要再继续纠缠我们。我劝你尽早离开雁南。为什么？你明明从未放下过我。你我不过是合作关系，我与谁成婚，何时成婚，与你何干？小姐，你是不是在怪我故意告诉玄烈我们的婚事？他早晚会知道的。你心里还惦记着他吧？
都过去了，如今还是救出我爹，拿回商号最为重要。爹，你这些时日过得可好？皇上可有为难你？爹，爹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啊，爹，爹，女儿不孝，齐罗，爹，是我害了你，让君家还没了商号。这不是你的过错啊！你看看，现在我们一家人都平平安安的，比什么都好。爹，你放心，君家失去的所有我都会拿回来的。对了，皇上怎么突然让你回来了？皇上说你的婚期已至，就让爹回来了。启民啊，你们的婚事一直以来就是我的一个心愿。齐罗，他以前过得不易，今后你要好好的待他。老爷放心，启民定用一生守护小姐。爹，齐明哥这些年一直陪伴在长姐左右，对长姐忠心耿耿的。您还有什么不放心啊？是啊，爹，长姐就算出嫁，也和齐明哥住在军府，咱们可以天天盯着她。爹，你看，这是二姐给长姐绣的婚服，漂亮吧？哎呦，秀坤这绣工是大有长进啊！长姐，你快穿上试试，看看合不合身。你绣的我肯定合身。试试嘛，试试嘛！我想看看长姐穿上婚服有多美。是啊，走吧，长姐，去试试。快去吧。走。一书书到尾，举案又齐眉；二书书到尾，比翼共双飞；三书书到尾，永结同心配。长姐，今天可是你大婚的日子，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呢？没有，这几日操持有些乏了。我还以为长姐你反悔了，不想嫁给齐明哥了呢。哪有？我要换婚服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
二小姐、三小姐，花轿已在府外等候多时了。张姐，你画好了吗？我们要进来了。张姐，我们出门吧。走。
清明。怎么是你？你本就是本公主的驸马，为什么不能是本公主？要是本公主要问你，没有本公主的允许，你怎敢擅自和别人成婚？我听闻燕南的百姓成婚都是先挑红盖头，后饮交杯酒。来，我们喝一杯。酒洒了没关系，再倒一杯便是。我没时间陪你胡闹。你告诉我，小姐去哪儿了？说，不说我现在就杀了你！你舍得吗？你醒了，绮罗。绮罗，你让开！绮罗，我去成婚！绮罗，你让开！让开！我不许你和别人成婚！你除了威逼利诱，你究竟还会什么？你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
我们在城外，今晚回不去了。你竟然将我掳至城外，玄烈，你这样会害死君家的。什么意思？齐洛，你到底为什么和邵启明成婚？齐明是王上安插在君家的暗探，我俩的婚事也是王上的旨意。王上本就不信任君家，我若是不与齐明成婚，王上只会笃定君家早有异心，那君家早晚会倾覆的。齐洛，你不用担心，此事我来想办法。明日，我和你一起回去。知道是你。小心！齐明，昨日没有成婚，他们可有责难你？为何家中如此安静？你应该问他跟秦寇，他们到底在密谋什么？秦寇，清明，烈哥哥，你们都回来了。公主为何还要替君姑娘嫁给邵启明？好玩啊！君启楼不见了，本公主正好替他，这样就不用担心清明又逃跑了。哎，你看看，本公主这身嫁衣好看吗？嫁人不是小事，你不可以这样胡闹。万一日后后悔的话，本公主怎会后悔？要是我看见清明娶了别人才会后悔，她只能是我的。意思是，昨日你们两个拜堂成亲了，还没被任何人发现。君启罗，清明已经是本公主的人了，我俩成了亲，日后你离清明远一点。小姐，昨日之事纯属意外，我们实属清白。既行回锦里，何来清白一说？在北炫，本公主没能娶了你，来了雁南，你娶了本公主也挺不错。你休想抵赖。昨日我为发觉被你掉了包，带出洞房时我发现了，我便去寻找小姐。我一夜未归，未曾碰你，何来洞房一说？你，秦寇，成婚是大事，怎能如此胡闹？谁带你来雁南的？是何继尧啊。少主，你带他来雁南的，为什么不阻止？烈哥哥，此事与他无关，本公主要做的事情，谁也阻止不了。如今南北正在议和，若是被他人知晓你我在雁南，定会掀起轩然大波，你知道吗？明日，让何继尧护送你回北轩。我不，我来就是来找清明的，除非他跟我一起回去。秦寇，烈哥哥，你不是也来找君启罗？凭什么你可以，我就不行？昨日虽是阴差阳错，但一切也算是遮掩过去了。我们还是想想日后该如何处理。
可是小姐，这婚是王上所赐，只怕事后……我们就当昨日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不可能！我不会让你和他成婚的。我绝不允许你跟君启罗在一起。玄烈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的？邵启明，我忍你很久了。来呀！张姐，你醒了吗？张姐。张姐，我刚好像听到房间里有好几个人在说话。哪有？我跟齐明在商讨商铺的事情。我们跟其他店铺合作的那5万匹券已经做完了，剩下的10万匹也得赶紧制作。新制软烟螺的进展你盯着了吗？张姐，这是你新婚的第1天，怎么就开始想着店铺的事情了？你和齐明哥应该先去给爹爹奉茶，给母亲上香才是呢。张姐，你怎么还穿着昨日成婚前的衣服啊？什么声音啊？齐明在里面换衣服呢，你先别进去。你先去忙吧，一会儿我就跟齐明去给爹爹敬茶。我没啥要忙的。张姐，你这头发怎么也……啊，哎，对了，你之前不是说要招长工吗？怎么招了这么久都没见人呢？长工，哎呀，我把他给忘了。把谁给忘了？几日前我招了一个长工，约好今日见工，事情一多，我竟给忘了。张姐，我先走了啊。去吧，去吧。齐洛，昨日的事，你们谁都不许说出去。你赶紧带着秦口和贺吉瑶离开。我们离开，你们继续假扮夫妻。我和齐明必须是夫妻，否则就是抗旨，王上会迁怒君家的。你们可以继续假扮夫妻，但不能在一个房间内生活。我们怎么生活是我们的事。玄烈，别得寸进尺了。齐洛，烈哥哥，这件事你就交给我，我就在这儿天天看着他们。来，你的生活我不会插手，但外面风声紧，能否让秦口暂住军府？那你尽快想办法带他们离开。年纪轻轻，有手有脚，竟然在牢房外乞讨！哼，拿去吧。这大娘还算善良。你知不知道我等了很久？哎呀，对不住嘛，有事耽搁了。你怎么不直接来军府找我呢？你不是说过你一定会亲自过来接我吗？我这不熟，我怎敢自己走？他们都把我当乞丐了。好了好了，跟了我，钱会有的，媳妇儿也会有的。我宣布，你现在就是我家长工了，跟我回家吧。哎，等我！皇上，这是北宣使者拟定的弹劾文书。由北宣牵头，在三不管的地方建立榷场，每年要给北宣10万银两，绢15万匹，作为榷场开发之用。皇上，这2年为了加强边界防御工程，税收都用到了此处，
国库已然是空虚啊。先让使者去博弈吧。雀场的开发能带来收入，银两和布匹都当作投入也无妨。君绮罗他们婚事办得顺利吗？回王上，一切顺利。君绮罗一直在张罗着店铺生意，无任何异样。我们家规矩不多，大家都很好相处，你只要老实干活就行了。君簪小姐，没想到你也爱看花本子。对啊，你也喜欢看吗？那是，我还会写呢。改日我写一本给你看看。好。君簪小姐，我突然临时有点事情要去办，这些书籍能麻烦你自己带回府中吗？我晚点再去府上找你。不是你去哪儿啊？你该不会是反悔不想来我家做长工了吧？我可告诉你，这可是很难得的机会，你得好好珍惜。我当然懂得珍惜啊！您让我做长工是我的福分，我不可能会跑的呀。我去急就回啊。那好吧，你得赶紧回来，不许跑。什么？少主，您说燕南王给君姑娘和邵启明赐了婚，而公主却代替君姑娘嫁给了邵启明？哇，这2天我不在，就发生这么多事儿了。罗琦，如今青寇和何继尧都住进军府，你能不能也带我进去？我是为了保护青寇。对，保护公主确实重要，但少主，您进君家另有目的吧？我说了是保护青寇。确实，这君姑娘和邵启明同住一屋檐下，确实令人担忧。藏好身份，是，别给君家惹麻烦。你说他是你同乡，也来我家应征长工？这是我同乡德烈，身强体壮，什么活都能干，跟我一样，也只要10文钱。看你这体质不错，长得嘛也还算可以，又不像罗琦一样有案底，大可以找别的活干。为何要来我家做长工？罗琦，你说呢？我们初到王都，身无分文，也没有熟人。我很幸运遇到三小姐您对我格外照顾，让我有了这份工作。当我跟她离开家乡的时候，她父母叮嘱我要照顾好她，所以我现在身上就有这份重责。我既然来这做长工，我就要带上她。三小姐，我们吃的少，会好好干活，求求您收了我们吧。20文雇佣2个年轻力壮的长工，这买卖长姐知道了，定要狠狠夸奖我一番。虽然这2人看起来脑子不太聪明，不过不打紧，能干活就行。你们外地人也实属可怜，无依无靠。好了，那我就发善心，勉强将你们2人留下。君簪小姐，这个契书呢，我已经拟好了，我们字也签了，您就过目一下。来，这般着急？因为如果不能速速入府的话，我们就要吃不上饭了。我们真的很可怜，三小姐赶紧收下我们吧。你俩每月月钱20文，若我违约辞退你们，需要赔付100金。这世道艰辛，我和德烈都是长情之人，三小姐你也需要稳定的长工，这样我们才能给彼此安心嘛。相爷，君绮罗是百工传人，
王上怎么会让他和护卫成婚？属下愚钝，实在不明白其中关窍。君启罗在北炫待了那么久，又与北炫郎主过往甚密，关系匪浅，王上生性多疑，自然会怀疑他的忠心呐。只有她嫁给了燕南人，王上才会放心。至于嫁给谁，根本都无所谓。你说他俩就是你找来的长工？对啊，张姐，你看他们身强体壮，干粗活重活累活定是一把好手，而且他们俩一个月加起来才20文钱，咱们赚大了。违约金是多少？100金。张姐，贵是贵了些，可是这么便宜的长工，我们为何要辞退？那不是傻吗？将军，我不是教过你，不对等的合约必定带来数不尽的麻烦，你怎么能签这样的契约呢？那张姐也曾说过呀，不对等的合约也会带来数不尽的利润，此时正是用人之际，咱们为何不能搏一把？契约可曾过官府？清明，你这辈子只能是本公主的人。跟你说，让你好好躲着，别被人发现了。你怕你未与君启罗拜堂成婚一事被人知晓，君启罗会有危险是不是？好啊，本公主可以答应你，我不让任何人知道我的存在。不过你得答应我2个条件。这第一，就是我只要吹响这哨子，你就必须出现，和在北炫时一模一样。第二，本公主以后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必须做什么。怎么？你不答应啊？那我现在就去军府外面四处逛一逛，顺便再去见一见君启罗的父亲。你记住，君启罗绝不能出现在这儿。另外，本公主饿了。没想到堂堂北炫郎主到了燕南，竟然沦落到要做府邸的下人。是绮罗姑娘厉害，能让堂堂北炫郎主甘愿做你的下人。我找你来是有正事跟你谈，我想跟你聊一下这份契约的事情。你说，我想在原本的契约里做2项修改：第一，从原本的15万匹绢里借500匹另作他用；第二，原本的交货周期是3个月，我想顺延1个月。条件呢？以本来的价格做基准，超出的1个月我以日息计算，我借出500匹，到时候还你600匹，4个月后一并归还。条件不错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但对我来说，没有任何吸引力，我拒绝。那你有什么条件？你说说。我想要什么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我不要你跟邵启明住在一起。这是2码事，现在谈的是生意。对我来说就是1码事。我看到你们2个住在一起，我就想杀了他。行，我答应你。本来也没在一起时。
哎，我要重你契约。说话算话。这还差不多。啊，替本公主布菜。本公主要你喂我吃。你要是敢走，我现在就去见军启楼的父亲。我要吃肉。突然又不想吃了。吃这个吧。从昨日成婚到今日，你好像什么都没吃，肯定又累又饿吧？快吃啊！好了，我们一起吃吧，吃吧。放心，这次我定不会让他们得逞。君大娘子所制的成衣确实漂亮，只是她与成亲当日好似变了个人。怎么说？好似声音变得很不一样。大娘子，慢点，别碰我。定是你听错了。难不成新娘子不是君家大娘子？这事儿也太荒唐了。或许是我听错了。不顾姑的旨意，假意成婚，你们两个胆子真够大的！皇上恕罪，此事实乃事出有因。当日民女正准备要上花轿，突闻绣房有盗贼潜入，民女还没来得及安排好一切，便赶出去查探。可若大婚之日少了新娘的话，那我跟齐明便会成为整个王都的笑话。还好那日有个远房表妹好心替我上了花轿，待我从绣房匆匆赶回时，他们已经拜好堂了。之后我便和表妹换了回来。当真如此？回皇上，小姐所言句句属实。那这盗贼行窃的日子选的十分巧妙啊！如果燕南王问起，你就说当日店铺进了盗贼，这才误了吉时。其他我都安排好了。皇上，民女不敢有半点虚言。当日是否有盗贼潜入绣房，皇上一查便知。皇上，卑职还有一事相求。说。虽然大婚当日替假事出有因，可我与小姐未拜堂确实属实，百姓都在私下非议，污蔑小姐和君家的名声，更是有损皇上威严。卑职斗胆请求皇上允许我与小姐退婚。这么说，你们两个都不满意姑的赐婚？民女不敢。皇上，我能与小姐成婚，也是卑职的福气。皇恩浩荡，卑职感激不尽。可如今王都流言四起，百姓都知道，当日与我拜堂之人并非小姐。可小姐身为百宫传人，若是日日夜夜都生活在流言里，定是无法安心为皇上办事。
皇上可是得不偿失。你在质疑孤？皇上息怒。君启罗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先不顾孤的旨意找人替嫁，如今又要退了孤赐给你的婚事，日后你还想要翻天不成？皇上恕罪。皇上，不管我嫁与不嫁，都会效忠燕南，效忠皇上。听闻议和仪式已经进入尾声，未见榷场，我们需每年给北炫白银布匹若干，君家承蒙皇上庇佑，我愿每年捐出15万匹绢，为皇上分忧。15万匹绢，不是小数目。只要能为皇上分忧，君家在所不辞。若孤要求15万匹绢在1个月之内交出呢？你可能做到？皇上放心，民女定在1个月内交出。好，你先退下，我还有话跟他说。民女告退。皇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青寇怎么嫁给那个奴隶了呀？母后稍安勿躁，儿臣也是刚刚知晓此消息。这青寇与少启民成婚一事，燕南无人知晓，那我北炫自也不会认。这个青寇跟阿烈，一个是北炫郎主，一个是北炫公主，竟然都被燕南人给迷了心智。如今正值议和阶段，他们俩偷偷的藏在燕南，要是被赵光这个老家伙知道了，没准又会起什么风波。你赶紧给他们2人去信，让他们速回北炫。母后放心，儿臣会即刻送信去给贺继尧，让他将青寇即刻带回。尤其是那个阿烈，让他赶紧回来，否则他郎主也别当了，让他一辈子留在燕南陪那个商女去。快去！恭送母后。去给郎主送信。是。皇上，祭月殿传来消息说，丽妃娘娘病了，还不快去送信！是。求您行行好，让我出去找一下御医吧。娘娘病重，已经好几天起不来床了。皇上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出入祭月殿。我不出去，能不能麻烦您跑一趟，去找一下御医？仙儿姑娘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如今谁不知道这祭月殿如垄公办，谁敢管丽妃娘娘的死活呢？娘娘，喝点水吧。娘娘的病愈发严重了，没有御医来给娘娘瞧病，也没有药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爱。在这后宫深墙之中，若能求得早日解脱，也算是一种福报。我现在只希望我的义儿能平安健康的长大，还有他，只要他们都能好，我也就安心了。
很失望吧？志忠，接球。怎么了？我的朋友们都和爹爹一起蹴鞠，爹爹什么时候才能来看我们呀？爹爹公务繁忙，娘陪你蹴鞠不好吗？那他什么时候才能忙完啊？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他了。你爹爹远在北炫，离西乡太远了。若是他有时间，定会回来看你的。娘，不如我们也去北炫吧，这样就能每日见到爹爹了。闭嘴！别再想你爹了，他压根儿就不想见我们母子。他在北炫有妻有女，若不是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他压根儿就不想管你的死活。志忠，你记住了，长大后若是遇到心仪的女子，定要一心一意的待她，不可负她所托，不可让她伤心难过。我记住了，娘。我虽用罗布保住了他性命，却辜负了他所托。只愿日后选婿能好好待他。好了，你在我这里几年了？回皇上，有20年。从你为我办事，经过多少棘手的事情，每次都没有让姑失望。可是为什么这一次就是一个军绮罗，你就守不住了，还和他一起隐瞒替婚一事？请皇上恕罪，是卑职疏忽。卑职调查过大婚当日军绮罗的行踪，确实无可疑之处。是没有可疑之处，还是你有心帮他隐瞒呢？卑职不敢。你不敢？我看你敢得很。我也是。你在军家那么多年，若对他们有了感情，姑也可以理解。御茶司为王上而存在，我身为指挥，更是为王命是从。这么说来，姑让你做任何事，你都愿意？是。那我要你的命呢？身为暗卫，若失去姑的信任，那你便如尘埃般无足轻重。这毒酒，姑已为你备下解药，你需每月按时服用，服下后便可保你无虞。谢皇上。再有下一次，我绝不会轻饶你。这是本月的解药。长姐，你回来了，出大事了！爹让你赶紧去秦明阁房里见他。什么？爹，君姑娘十分抱歉，公主听了一些传言，要去找邵启民，这才遇到了君老爷。绮罗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长姐，他们是谁啊？为何会在齐明阁房中？都跟我回去！
以传闻是真的，齐明哥没和长姐成亲，而是和屋里那个什么北炫公主拜了堂。绮罗呀，你怎么能如此糊涂，将北炫公主藏在家中？这事要是让王上知道了，这后果将如何呀？爹，他们都是我朋友，在北炫的时候对我照顾有加，我不能让他们有危险。你腹中胎儿的父亲也是北炫人吗？他死了。千万不能让旁人看出端倪，找个机会让他们赶紧走。我们不能和北炫人再有牵连啊！实在胆大妄为，竟然找人替嫁！真的假的呀？如今这俩人啊，还假扮夫妻同进同出，可真是伤风败俗啊！商人眼里只有银两，哪懂什么礼数教养？说的真的是啊！好妹夫，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？还不是因为你堂姐。你看看，这满王都百姓都是怎么议论他的。我与秀捆可是有婚事在身的，这让我以后的脸面往哪儿放啊？你呀，消消气。我也劝过堂姐好多次了，我说你一个女人家的，就应该在家抄抄女诫。她非不顾这些礼义廉耻呢，整天带着两个堂妹到街上跟那瞎溜达，伤风败俗。秀捆都是被她教坏的。哎，你呀，别生气了。要我说呀，那店铺啊关门了，哎，她就消停了。那个时候，秀捆妹妹也不会跟她到街上跟那瞎溜达了，嘿嘿，对吧？你可有什么好办法？这办法嘛，倒是有，只不过需要你的帮忙。我跟你说，到时候你把他那个偷过来。不行不行，这非君子所为。你听我把话说完嘛。我爹与掌管科举的柳大人是旧识，对不对？你要帮我这一次，我可给你介绍。再说了，等你以后考取功名了，你再好好弥补我，我们君家就是了，对不对？行，你说的对。咱们都是为了君家的名誉着想。自古以来，哪有女子掌家的？说得对。君绮罗不仅带坏了秀捆，还不知廉耻，与人私通怀了身孕。叶南王可有怪罪替嫁一事？如你所料，并未怪罪。那你和邵启明的婚约已经取消了，但也不会改变任何。绮罗，到了雁南，我们从未好好聊过。你明明从未放下过我，为什么次次将我推开？从未放下又如何？你是北炫郎主，我是雁南的百宫传人，我们注定没有可能的。只是因为这些，还不够吗？这些都是无法跨越的鸿沟。我是商人，权衡利弊就会发现，如今最正确的做法，就是天涯南北，各自安好。这些都是你的。
清明，如今君家上下都已知道本公主的存在，日后你受伤了，哎，你快过来！是谁伤的你？本公主定要他人命！你中毒了，把东西还给我，还给我！此事与你无关，你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此药只能缓解你一时疼痛，根本无法解你身上的毒。不过你放心，解药本公主很快就能配制出来。不必说话，此药定是极难配制。这世上就没有本公主配制不出来的解药。你等着，我先去给你涂点伤药。你去哪儿？陪小姐去杂买屋避雪。你昨日刚受伤，你今天要在家好好休息，你不许出去。昨日用了你给我的药，已经好了。解药本公主很快就会配制出来的。我很快回来。昨日我走后，皇上可有为难你？只是训斥了我几句，并无大碍。小姐放心。昨日你为何突然向皇上提起要取消你我的婚事？我只是不想小姐日后后悔。这几日小姐内心的痛苦和纠结，我无法视而不见。既然还有别的办法可以守护君家，这桩婚事也并非你所期待，不如直接退了。启明，我已将此事禀告给老爷，虽然他有些气恼，说我们擅作主张，不过最终他也接受了。只是他已经知道亲口在府中的事。放心，这件事我已经安排好了。长姐，我们出发吧。走吧。下一个呀！大人，快！大人请看，这是我锦织坊丝绸，可以这么说，世间独一无二。此乃软烟罗，是世间最薄的丝绸。君启楼准备将此丝绸呈给杂买户，我今日借故去寻秀捆，从他那偷偷拿来的。哎呀，舒婷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此乃软烟罗，是我锦织坊耗时多年研发出来的，是这个世间最薄的丝绸。二房的丝绸与我们一模一样。少主，咱们穿成这样容易暴露，你为何一定要前来？杂买屋提供内采买布匹，是王都所有绣坊的大事，君欲决，一定会有意为难。少主还是放心不下君姑娘。软烟罗是我锦织坊新制珍品，耗时多年呀。
紫砂薄如蝉翼，轻若烟雾。若折叠起来的话，可以放置在……什么珍品君玉珏？定是你偷到了我们的绸缎。军将绢儿，君玉珏，这买卖你可以乱做，但这话怎么能乱说呢？哇哦，你竟拿手指头戳我！军将绢儿，我告诉你吧，这个软烟罗呀，是耗费了我锦之坊无数秀女之力，呕心沥血完成出来的。哎，你别掐！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哎，少青年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你还想动手不成？放肆！提名，放手。瞧你那样儿，你们一个个的不成功，都是有原因的。厚颜无耻，就凭你，怎么可能做出软烟罗？将军，咱们可都是一家人。你怎能如此出言不逊呢？罢了，你乳臭未干，二叔不与你一般计较。这样，你们把样物也拿出来给大家长长眼吧。对呀，拿出来吧。对呀，拿出来看啊！拿呀！拿不出来了吧？呈上来看看。这与锦之坊的软烟罗一模一样。大人，这软烟罗是我二姐以特殊蚕丝制成的，是君玉珏他们偷到了我们的样物。二叔知道你们开新铺不易，也理解你们想指着这笔订单为新铺扬名的心思，但你们千不该万不该，你们不该偷了我们的丝绸，还反咬我们一口呀！你们，二叔。你说这软烟罗是你们锦之坊研制的，那你可知道如何才能做出如此轻薄的细纱？这个我自然知晓。哎，只不过属于秘密工艺，我不愿意说罢了。我要是说出来，我堂姐不就知道了？堂姐知道了，岂不就给她偷学了去？你是怕我偷学，还是你根本就不知道？你。这软烟罗在我这里呢，也不算什么秘密。今日啊，我便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想要做出这重量极轻的软烟罗，首先我们就要选用3棉蚕，而且在养蚕的时候要控制幼蚕的大小，这样才可以保证它吐出来的蚕丝又轻又薄。从蚕种到蚕茧，缫丝到织造，每一步都十分重要。堂弟，你可知晓？我当然。绮罗呀，你冥顽不灵啊！啊，血脉相连，骨肉亲，你怎就如此狠心呢？啊，对呀，狠心。二叔，你又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你这个臭丫头，不关你事。绮罗婚前与人私通有孕，我作为二叔已经尽力替你保密了，你们为何不知感恩，一心与我们作对啊？是啊，孽种，退下！各位，你们评评理啊！堂姐呀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龌龊事？如何能对得起我们君家？啊！我都没……哎呀！兄弟，那谁？哈！青明是本公主的人，谁都别想掌控她的命。怎么都不对。不行，本公主定有办法救青明。
相爷，据君玉珏说，君绮罗在成婚之前就已经怀孕。属下推断，这孩子应该是玄烈的。呵呵，竟然怀了个孽种啊！上次吩咐你办的事怎么样了？啊，相爷放心，我已经将北轩细作在君家出现的消息告诉了禁军头领。辛苦了，退下。你已经有了我们的孩子，为何还让我回北轩娶妻生子？有了孩子又如何？如果知晓我们有了孩子，定不会让今日之事发生。别人怎么说我不在意，但是你我之间不会因为这个孩子有任何改变。谁说改变不了什么？你自认为权衡利弊，做出最正确的选择，但利弊之前，你可曾考虑过我的感受？绮罗，我不是什么商人，不懂什么权衡利弊，但我知道，将士的本能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我不会就此放手的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若真的想护着这孩子，就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身世。也就现在，彻底消失在我面前。还我跟孩子一个平静的生活。少主，少主，有一队禁军朝着君家而来，说是要捉拿北轩细作，我们的行踪怕是被发现了。立刻换上北轩装束，引开禁军。通知贺继尧，让他带着亲口离开军府。记住，要快。是，等等，此事不能告诉绮罗，不然他会担心。好，追！没有人，没有人。统领，进去2个人没有动静，怕是凶多吉少。放箭！所有的订单都要退了。是啊，一大早所有的商家都围在店铺外，说我们偷盗锦织坊的绸缎信不过我们。再加上大街小巷都在讨论我未婚先孕的事，不愿意与我们有生意上的往来。二房他们实在无耻，长姐你可莫要将他们的话放在心上。放心，有爹爹，有二妹，有你，还有齐明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
那些订单他们要退就退了吧。可长姐，若退了订单，我们的店铺恐难以维持。按我说的做。对了，长姐，你近日出门可要小心些。王都最近不太平，听闻昨晚禁军还抓了2名北宣细作。在哪里抓的？就在城外荣川胡同里废弃的张家民居，2人武功还挺高强的。最后禁军无奈放了把大火，把2人活活给烧死了。你可有见过德烈和罗琦？好像从昨晚就没再见他俩了。长姐，长姐，你怀有身孕，慢点走。 2名北宣细作已经就地伏诛，大家好好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其他的蛛丝马迹。是。城西失火了，听说是禁军在围捉2个北宣细作。 大夫，怎么样？大娘子身体和腹中胎儿无碍，只是因为过度伤心导致的晕厥。待老夫给她开2剂安胎药，服下便可。多谢大夫。启民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被烧死的那2名北宣细作也和绮罗有关系？启明哥。 长姐见到那2具尸体异常伤心，他们到底是谁啊？被烧死的2名北宣细作，实则是府上的长工德烈和罗琦。什么？罗琦也是北宣细作？他们并非北宣细作，德烈实则是北宣郎主宣烈，也是小姐腹中胎儿的父亲。 他
竟伤害长姐至此，逼得长姐跳崖逃离北轩，他如今还有何颜面回来见长姐？可我看长姐如此难过，定是十分喜欢她。爹，当初给你写信让你去三不馆，害你双腿残疾的人也定是他。我要是早些知道，定会打断他的双腿，为你和长姐报仇。玄烈知道齐罗的身份，那你房间里的那2个人走了吗？金军来查之前，他们已经离开。今日齐民说的话，你们半句都不能泄露出去。爹爹放心，我们明白。若真的想护着这孩子，你就现在彻底消失在我面前。小姐，你这是要去哪？我要去找秦口和贺继尧，他们已经离开了。他们去哪儿了？我带你去。贺继尧，你放我回去！我要回去救烈哥哥。公主，属下已经打探过了，少主和罗琦被禁军放火烧死了，他们的尸首也被带走了。不可能，烈哥哥不会死。本公主现在就要去。公主，让开！公主，你让开！公主，你不能去！公主，玄烈呢？这是你们的计谋，对不对？不可能，你们都在骗本公主。小心！你们都在骗本公主，是你，都是因为你，我要杀了你们烈哥哥报仇。此事与小姐无关。秦姑娘，麻烦你帮我照顾好公主，我去取回少主和罗琦的尸首，替他们报仇。站住！你现在出去只会自投罗网，谁都不许离开。贺继尧，你别听他的，去把烈哥哥的尸首找回来，别再胡闹了。那守住你们的安危，是我现在唯一能为他做的事情。启明，带他们去君家求战，这客栈不安全。是。
君姑娘，我知道你还没有原谅少主，可如今少主已经走了，有些事情我想你必须要知道。过去我一直不明白，少主明知道你是百宫传人，为何还要替你遮掩，还要想方设法的去找证据，证明你和玄术大人的案情无关。可是直到君姑娘跳崖那日，我才明白，少主是将君姑娘看作比她的生命还要重要。王上对少主和孙郡主的赐婚，少主不能当众拒绝。可是少主早已计划好，让孙夫人认你为义女，成婚当日就是你们的婚礼。你以为用假死可以结束掉这一切，让少主渐渐忘掉你？可是你根本不知道少主对王上说过些什么。他说他这辈子只有你一个妻子，即便是以为君姑娘死了，他仍坚持在三不管建立了榷场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此物少主一直带在身边，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个日夜，见少主盯着此物独自走到天亮。今日少主也是怕牵连你，所以才现身去引开了禁军。少主曾想征战沙场，刀枪不去，却唯独害怕失去君姑娘。所以希望君姑娘不要再恨少主了。你们可不知，那俩细作烧的是面目全非，惨不忍睹啊！北炫此举，莫非并不是真心议和？难道还想打仗？乱世人不如太平犬呐！我可不想两城邦再起战事。来，君少爷，我已将军绮罗的样品给你拿来了，祝你拿下了杂买物的订单。你看看什么时候带我去拜访一下柳大人呢？嗨，此事啊，不要着急。你看啊，虽然你帮我拿到了软烟罗的样本，但是我没有软烟罗的制作工艺单呀。我这没有工艺单，我怎么生产？我生产不了，我怎么交货啊？所以啊，你还要再帮我一次。这非君子所为之事，我已经做了一次了，不能。哎呦，我的好妹夫呀！你我现在已经是穿一条裤子的人了。你若不帮我，你就不怕大伯和秀孔知道呢？他们要是知道了，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对待你呢？君绮罗未婚先孕一事已经爆出，现在无人光顾他的店铺。你若帮我这最后一次，我定可以扳倒君绮罗。果真是最后一次。果真。长姐，二姐先去看店铺了。林嫂炖了你最喜欢喝的汤。长姐，你可是有孕在身，
怎能这样折磨自己的身子？听闻你在北轩时，玄烈逼你跳下悬崖，他伤你至此，你何必为他心伤？不是他逼我的，是我为了让他死心，才故意让他看着我跳下悬崖。长姐若不是被逼到绝境，也万不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。我和他之间隔着太多的事情，他一直都有在想办法。只是我以为，只有这样的离别，才能让他死心。可我现在才明白，最大的痛苦不是离别，而是痛苦。张姐，人死不能复生。我一直担心他有危险，所以才一直想让他回北轩。可我从来没想到他真的会死。张姐，如今啊，这软烟罗已经全部制作完工，3日后便直接可交给杂买屋。而且啊，我已经将整个王都能制造软烟罗的蚕丝已经全数买断，以后咱锦织坊是独一份儿。幸亏我儿机敏，提前布局，搞到样品，否则那死丫头还真有可能借着绸缎翻身扬名啊！爹，这你就多虑了。就算他军绮罗把那15万匹绢订单拿下又怎么样？他现在混的呀，那是臭名远扬。要我说呀，他那个店迟早得关门。老爷，少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你们看，昨日这些宝纱都还好好的。老爷，少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也不知。昨日都还好好的，今日晾晒之后就变成这般模样。3日后就要给杂买屋交货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们有没有按照我给你们的工艺去做？是啊。军绮罗，你居然敢陷害我！启明。小姐，这2日我仔细想了一下，玄烈和罗辑行事小心，应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样子。但贺继尧说那日禁军直奔军家而来，玄烈是为了保护我才自曝身份引开那些禁军。你说，会不会有人已经知道玄烈的真实身份？他会不会就是西长坤的同谋？我想帮玄烈把案子查下去。或许吧。你能不能帮我从禁军那边打听一下，那天他们怎么知道玄烈在君家的？启明，小姐，你这2天看起来怪怪的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我现在去查。儿啊，军绮罗，哎，你慢点儿！军绮罗，你给我出来！哎呀，你慢点儿！哎，你们来做什么？军绮罗呢？让他给我滚出来！立刻，马上！军大掌柜，不在锦织坊待着，来找我做什么？军绮罗，这是不是你干的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？再问一遍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拿上来我看看。这要做成这样，也确实不容易。我这儿有一份制作工艺，但是不够完善。按那份制作工艺做出来的话，
这软烟罗便会是这样。不过我那份制作工艺前几日弄丢了，莫不是你拿走了？君绮罗，你陷害我，你故意写错软烟罗的制作工艺单，就是为了引我上钩是吗？你只猜对一半。在杂买物甄选绸缎之前，我已经设好局了。张姐吩咐过，让我备10份软烟罗的样品，好给王都的各大绸缎铺也看看。可不知为何，今日竟发现少了一份，怎么找也找不到了。没事，你先去忙吧。嗯。在样品丢失后，我便怀疑与你有关。果然，在杂买物甄选绸缎的时候，你就呈上了软烟罗。那我便顺势将这笔订单让给你。你拿下了杂买物的订单，却只能交上那样的成色。你觉得杂买物能放过你？君绮罗啊，君绮罗，我果真是小看了你啊！我就说嘛，你们偷盗了我们的绸缎，害我们店铺没了生意，长姐怎会轻易放过你们？君绮罗，若是3日之后我们交不上货，不仅杂买物会怪罪下来，就连整个锦织坊都会撑不下去的。我做的这些，与二叔您做的相比，简直不值一提。我店里早就备下了足够的软烟罗，可帮锦织坊度过此次难关。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拿涨价印来还。你做梦！哼，想从我手中夺回锦织坊，这辈子你都别想。君绮罗，你未婚先孕这件事已经是伤风败俗，你还敢大逆不道违抗祖训，你简直把我们君家的脸给丢尽了！你赶紧从我们君家滚啊！谁呀？谁敢暗算我？你给我出来！谁敢暗算我？哎呀呀呀呀，堂兄，还没过年过节呢，怎么行此大礼啊？爹，你泼一把！爹，张姐，爹，爹！
三小姐。你这小子怎么阴魂不散的？三小姐，这几日你没见到我，有没有想我呀？你和玄烈不是都已经被当作细作烧死了吗？哦，三小姐，你知道我和少主的身份了？齐明哥和长姐已经把你们的身份都告诉我们了。可有受伤？我怎么可能会受伤呀？我堂堂北炫副将，和少主驰骋沙场多年，不会那么容易死的。对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玄烈虐待我长姐，逼她跳崖，骗我爹去赤焰峡谷伤了腿。你是他狗腿子吧？啊，助纣为虐的家伙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三小姐，三小姐，你别跑！这是做什么呀？你听我说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告诉爹。你跟罗琦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？为什么不第一时间给我消息？那日，罗琦。地窖，将2名官兵的尸体扮成我们，这才逃过一劫。逃出去之后，本想第一时间告诉你，但那2日禁军全城搜捕，我也不敢贸然出来。不过看到你为我伤心难过，我还挺开心的。开心经历此事，能看到你原来如此在乎。你还开心呢？我这2天都难过死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俩算是扯平了，以后不许再吓我了。那我不需要回北轩了？那自然是要回的。你一个北炫郎主待在雁南，我怎么能放心的下？我已将清口和贺基瑶安排在了君家旧宅，你赶紧去找他们，带他们一起回去吧。好。那如果我回了北轩，你不会也跟我回去吧？让你回，你真的回啊？嗯，你。君老爷，你就是玄烈。我们君家不欢迎你，请你立即离开。爹，好了，马上离开雁南，不准再踏入君家半步。绮罗，他若死了，对你们2人之事，爹便不再多言。可他既然活着，你便与他不可再相见。爹，我知道你是担心女儿，但是经过此事，我更坚定了我要和她在一起的决心。因为我不能再骗自己，
我从未忘记过他。糊涂！你是什么人？他又是什么人？你们两个怎么能够在一起呀？长姐，爹说的对啊，若不是因为玄烈，你怎会被逼得跳崖？爹的腿也不会受伤，我们家的商号更不会被君玉珏抢走。我们家的惨状都是因他而起，你怎能与这样的人在一起？爹受伤一事一定是有误会，我了解他，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我们家现在的状况，那是我一手造成的。长姐平日里聪明睿智，怎么遇到玄烈就失了理智啊？是啊，长姐，你与他并非良配啊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先下去，我与你们长姐单独有话要说。七罗，爹希望你有一个好的归宿。他若是平凡人家的儿子，爹断不会阻挠你们。你又是北宫传人，皇上要知道你和北炫狼主在一起，还怀了他的孩子，皇上又会怎么想啊？现在北炫和燕南已经在议和，以后定不会像从前那般剑拔弩张。或许我跟他不会那么艰难。爹，如果你要我现在放弃的话，我定会后悔一生的。爹只希望你好，爹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此事无需商议，我绝不允许你和他再在一起。少主，您之前虐待君姑娘一事，以及骗君老爷子去赤焰峡谷这些事，他们都已知晓了。这君三小姐这才把我打出来了，而且这君老爷怕是以后不会让你再见君姑娘了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刚刚说君老爷怕是以后不会让你再见君姑娘了。少主，我之前就跟你……赤焰峡谷，我不是派人去了断头谷吗？怎么变成赤焰峡谷了？哎，对啊，所以是有人篡改了地方，想谋害君老爷。你傻站着干嘛？行礼啊！少主，你们还活着，太好了！好了啊！清空呢？少主恕罪，昨夜被公主迷晕，我现在也不知道公主的去向了。什么？现在官兵还在到处搜查有没有北轩细走，赶紧分头去找。不用找，本公主在这儿。烈哥哥，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死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如今这里风声鹤唳，明日我让贺家护送你回北轩。我不走。秦寇，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。我没胡闹。我和清明已经拜堂成亲，昨夜又同他而眠。你说什么？邵清明是不是欺辱你了？烈哥哥，清明没有欺辱我，我是自愿的。我喜欢他，我想让他做本公主的驸马。玄烈，我就知道你还活着。你明明不喜欢清寇，为何要毁他名节？这是我与他的事，与你何干？清寇是北轩公主，也是我最亲的堂妹。你若敢伤害她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若再敢伤害小姐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活着。秦口虽然性格乖张，实则内心敏感。他为寻你来到燕南，你们又有了亲密关系，希望你别再伤他的心。我承认当日与我成婚的人是秦口，
但我心里唯一在乎的只有小姐。绮罗有我照顾，不用你操心。将军，长姐，爹说你这几日身子虚，让你在房间里好好休养。我身体无碍了，我去店铺看看。二姐已经去了，长姐无需操心。爹这是不准我出门了？长姐，这你也不能怪爹。你若出去，肯定要找那个什么玄烈。以往长姐做任何事我都支持，但这次我站在爹这边。这玄烈虽是我侄儿的爹，但你们也绝不能在一起。日后长姐生下孩子，我们君家自己养，用不到他。少主，这君家现在严防死守，不让我们进去，又不让君姑娘出来，你怎么还这么淡定，还在这喝茶呀？他们是绮罗的家人，知道我和绮罗的过往，以及我的身份，自然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。现在不能着急，需要逐个击破。我们需要在君家内部寻找一个突破口。君老爷一定是最难击破的。君家二小姐对君老爷言听计从，不会帮我们，所以我们只能从性格最豪爽的三小姐入手了。谢少主。少主说的没错，如果我们把这个君三小姐拉入我方阵营，就相当于我们在君府养了一个自己的心腹，那少主收服君家所有人的心就是指日可待。哎呀，此事就交给你去办了，若办不成，就别回来了。我堂堂北炫副将，钻狗洞，可笑！哎呀，少主，你有我这样的部下，自生无憾。我就知道有人会从这里出来，这叫手动带狗。哎，别动手！武士来送画本子的，画本子。画本子？这王爷好爱五姑娘，他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，王爷甚至几次都舍命救她，宁愿辜负所有人，也唯独爱她。对，君三小姐，其实这个画本子我写的就是我家少主和君姑娘，这王爷便是我家少主，五姑娘就是君姑娘。你说什么？那这里面的故事都是真的？当然了，我家少主和君姑娘一起携手经历了那么多事，我家少主深爱着君姑娘，他愿意付出他的一切，而君姑娘也深爱着我家少主。你们之前听到的那些事儿，其实是有误会在里面。好了，人美心善的君三小姐，你真的忍心看这么相爱的人被迫分离吗？1贯300文一张。你怎么来了？将军在外面守着，你是怎么进来的呀？罗琦的功劳。给。你怀有身孕，平日难免不适，我让大夫开了一些草药，平日里挂在身上，缓解恶心。你身份敏感，不能随意走动。
怎么还去找大夫了？放心，我乔装打扮了一番，没人认得出来。嗯。对了，我今日前来是有桩要紧事与你说。君老爷在三不管遭遇马贼一事，是有人故意陷害。我爹当时在前都，信是从北炫寄到君家，再由二叔转寄给我爹。肯定是我二叔在中间偷换了信件。除了二叔，没有人会想对我爹下手的。你在三不管遇马贼，应该也是他们所为。君家二房竟想置你于死地。我原本以为我二叔和堂弟只是对我心有不服，想要拿回君家的掌家权，没想到他们还干起了买凶杀人的勾当。君家二房多次陷害，你想怎么做？我现在毫无凭证，说什么他们也不会承认的。但是这笔账，我定是要他们还的。你已经怀有身孕，不能过于操劳。你想怎么做？我来帮你。你现在行动不便，对付他们俩父子，我还是有办法的。我自然知晓你有应对的办法，只是我想和你一起面对。在北炫的时候，我也想着独自面对一切，却不成想让你我之间产生很多隔阂。所以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一起面对，好吗？齐楼，我很庆幸来到雁南，否则就错过你了。没想到你平日傻乎乎的，写的画本子倒是不错。君三小姐，你若喜欢，我以后可以天天给你写，只要你不阻拦我家少主和君小姐见面。他若真的如画本子里这般深爱着长姐，我让他们见见也无妨。三小姐，你果真是……你受伤了，我去给你拿点伤药吧。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我有事先走了。爹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君老爷，爹，你怎么来了？玄烈没来找你？没有爹，我一直在门外守着，没有人进来。那他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前些时日有些东西落这儿，过来取取便走。爹，我之前在牢里救过他，他就是来送画本子报恩的。要报恩，就不要再来军府。爹说的对，还不快走！你再不走，我打断你的腿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快走！赶紧走！绮罗，今日你二叔和玉珏前来找我，想让你放他们一条生路，他们不会轻易放弃执掌家印。你可有主意啊？爹不必忧心，这件事交给我便是。相爷，君玉珏拿来拜帖，说是杂买物的那笔买卖，想请您帮个忙。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那我们是继续协助他？他根本就不是君绮罗的对手，继续帮他，我们不是白白浪费精力吗？哦，对了，
君启罗近日可有什么动静啊？玄烈死后，他就一直在家，很少外出。王上转命御茶司调查告发北轩细作一事，你可都处理好了？啊，相爷放心，我是用匿名信的方式告发细作行踪的，御茶司查不到。敢问大人当日是如何发现细作踪迹的？有人秘密送来此信，我看到信件之后，便带人去军府四周查探，这几日未查到送信人线索。多谢大人告知。来人，大人，去查当日进出禁军统领府邸的所有人。是。他怎么了？公主为替你研制解药，趁我未注意时亲自试药。我原本想去找少主，可公主说答应替你保守秘密，我只能去找你。死不了，忍忍便好。谁让你替我试药了？即使我死了。贤烈，看傻了？没想到有一天会来到你的武器库。我爹已经回去了，你也早些回去吧，免得被发现了。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让你爹接受我的。我爹碍于我俩的身份，怕是很难接受。你身子不同以往，不必思虑过多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，帮你夺回景之坊，早日织出15万匹绢。这是祝你对付二房父子，夺回掌家印的关键之物。明天就是交货的日子，若是咱们交不出，那些个小东家和掌柜们定放不过咱们呀！哎呀，原本以为相爷会帮忙，可谁知把咱爷俩拒之门外了呀！人生几度秋凉啊！哎，儿啊，要不咱们把这掌印和锦之坊都还给他们吧？走，跑个说吧。
二少爷，我店里的蚕丝都拿来做货了，明日到底能不能交货啊？是啊，这批货叫我们的银两都搭进去了。若是解决不了，不光赔了这2年所赚的，而且还要被官府问责呀！对呀，是啊，你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啊？你可是君家掌柜，这能力照君非凡也差太远了吧？君家商号在君非凡手中，可没有出过这些问题。君非凡，一口一个君非凡，你们怕是不知道吧？如今的局面，就是你们口中的君非凡所造成的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君玉珏呀，君玉珏，好口才，好口才。君绮罗，你来干嘛呀？自然是来看你笑话的。各位啊，明日呢，他指定是交不出货的。什么？君玉珏，你可是答应过我们能解决问题的呀！不能不管我们了。放心，大家，他交不出来，但是我可以交啊！真的吗？绮罗临走时都说了些什么？长姐说，她今日定会让君玉珏交出掌印，拿回我们所有的产业。你二叔那父子俩，怎会轻易交出掌印呢？一定会百般为难绮罗呀！不行，我要过去看看。我早就与我这堂弟说过，能帮大家度过这个难关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呢，他始终是不肯答应。大娘子，你要什么条件？对呀，要什么条件？有话直说。君玉珏呢，必须将锦之房还有君家掌印归还于我长房，这本来就是我们长房的东西嘛。君绮罗，你想都不要想，君家商号本来就是我的，我君玉珏才是我们君家这辈唯一男丁。你不是，君非凡更不是。好了，玉儿，这绮罗你也是，不是二叔说你，这大家都知道，你也是君家的一份子，为商号排忧解难，本来就是理所应当之事，你怎么还能拿着这个锦之房和掌印的事儿来威胁堂弟呢？你身为君家人，却故意陷害我们君家商号，若不是因为你，各位掌柜和小东家也不会落入今天这种地步，全是因为他。绮罗，二叔知道你对二叔和玉儿心有怨恨，但你再怎么着，你也不能把大家都拖下水吧？你这么做，于情何忍呢？就是，他们竟如此厚颜无耻。二叔，堂弟，你没有于心何忍。各位，大家想破脑袋都不会想到，这封信是谁寄过来的。你这一封信，你卖什么关子？这封信是那些杀人不眨眼的三不管马贼寄来的。三不管马？这封信呢，本来是要寄到君家二房的，但是信差来我们长房送信的时候，懒得再去二房家走一趟，便让我转交一下。我无意间看了这封信，我才知道君家二房做了这么多事情。君二老爷、雁南、北炫、西乡决定在三不管建立雀巢，我们的生意便不知道怎么做了，只能请君二老爷帮我们一个忙。如果不想买凶谋杀君承柳、君非凡的事被所有人知道，就赶紧送白银5000两到山谷寨。我爹待你们不薄，为什么买凶要杀他和君非凡？爹，你的腿竟是他们害的，他们竟然还想杀了张姐。这些定是他们伪造的，一定是他们伪造的，诽谤我呀！诽谤我！不可能啊，这白纸黑字的，就知道他们不会承认的。信差我也带来了。大娘子所言句句属实，今日确有一信是从三不管捎来给二老爷的。
连信都可以伪造，这人也一定是你们伪造的，是他们伪造的呀！一定是。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我已经派人带着1万两白银去信中所说的寨子。你说那些马贼会不会看到1万两白银，就答应说出你们做的所有勾当？不是我，秦罗，秦罗，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，和玉儿无关。秦罗，二叔求求你，放过你弟弟啊！是我让马贼杀君非凡和兄长的。若是君非凡和兄长意外身亡，君家的产业肯定会落在我的身上。玉儿对此毫不知情啊！秦罗，二叔求求你了，放过你弟弟。秦罗，秦罗，你弟弟还年轻，他还没娶妻生子啊！求求你了，放了你弟弟，秦罗，秦罗。二叔，这件事和他有没有关系，官府自会定夺。让开！君承松、君大娘子举报你们父子2人涉嫌买凶杀人，带走。秦罗，放了你弟弟，金枝坊和掌印都还给你，都还给你，放了你弟弟。二叔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君家就这么一个大金啊！君秦罗，秦罗，守住！兄弟，亲子都给我君秦罗，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着！大娘子，那杂买物的订单何时能交货？哎，对啊，我们怎么办？你们放心，这杂买物的订单呢，我明日便会去交货。君家的商号不会有任何问题，大家回吧。那太好了，感谢大娘子，感谢大娘子。哎，走。今日辛苦你了，给我演了一出好戏。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？你出来干什么呀？我不出来你就受伤了。我受伤只是小事，万一你被发现了，那可是要丢性命的。好了，哎，老七还看着呢。爹，二姐，你们有没有觉得长姐和以前有些不同啊？哪里不同啊？长姐以前冷静睿智，一心扑在商号上，如今却有一些小女人的姿态了，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。玄烈宁愿冒着身份暴露的风险也要救长姐。这样一看，玄烈当我姐夫似乎也还不错嘛。我这纸人做的是越来越精美了，他若是看见，定会夸奖我的。陆银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说呀。大人，李妃，皇室。
好啦，你快走吧，一会儿被我爹他们看到，又不让我出门了。我寻机会便去看你。我看你进去就走。你快回。云姨啊，绮罗有喜欢的人了。以前我盼着她能恢复女儿身，卸下责任，结婚生子。如今就要得偿所愿了，可怎会想到，她喜欢的人竟是北炫郎主。君老爷，你还敢登门？君老爷，我离不开他，还请君老爷成全。我看你是离不开他百宫传人的身份吧？还一直给燕南设计武器，各邦都在秘密地寻找他的下落。你在三不管将他劫走，也是此缘由吧？我劫走他时，确实因怀疑他是百宫传人，但后来，我与绮罗相处已久，和他历经生死，在我心里，他早已不是君非凡，而是我喜欢的人，君绮罗。你是北炫郎主一族之长，如若你们王上为了北炫，让你牺牲绮罗，你又当如何？君老爷，我会退去郎主之位，换得与绮罗共度余生。你所担心的事情，它不会发生；即便发生了，我也会拼尽全力护她周全。你话虽说得漂亮，口口声声说爱她，可是据我所知，她在北炫受尽了苦难，让她心灰意冷跳下悬崖的也是你吧？之前是我太过贪心，没有保护好她，这一切是我的错。君老爷，我知道燕南有负荆请罪的说法，之前的种种都是我对不起绮罗。君老爷要打要罚，我都心甘情愿。哼！但愿君老爷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甘愿受罚，我今天就如了你的愿。我调查了信件当日所有进出禁军统领府的人员，除了送菜的小贩，还有一人，便是正式商号的伙计，去给夫人量衣。正式商号。正是王都排名第2的商号，可这正式商号是商贾之家，怎么会跟军备案扯上关系呢？正式商号通过良医把消息传到禁军统领处，那他们商号周围肯定也做好防备了。小姐放心，我会谨慎行事。绮罗自小就女扮男装，
13岁便给王上设起武器。君家偌大的家业，都是他一个人独自撑着。千斤的巨船，一人拉出来，其中的艰辛，他从不跟我提半句。可当这巨浪袭来之时，他这肩上担负的太多了，我又何尝不想他是一个普通人，有欢喜，知悲伤，有所依，有所爱。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日，我都看见了。你为他引开了禁军，将自己陷入险境。他以为你身死，悲痛欲绝。我那个二弟设计谋害我，绮罗从未跟人说起，他只找你商议。当他陷入险境和危难之时，你总能挺身而出，为他出谋划策。在你眉来眼难之时，我从未见过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绮罗。君老爷，你放心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陪着他，陪在他身边。起来吧，起来。我不会阻止你们两个在一起，但我有一句丑话要跟你说在前头。以后遇到天大的困难，即使是万劫不复，也要报绮罗周全。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你莫要怪我。您放心，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我会以命护他的。你这是要谋杀妻子不成？你别整天神出鬼没的。我现在不住军府，不神出鬼没，难道还要正大光明的？因为西佐一事，军府已经被人盯上了，我只是不想误伤了你。你在关心我？你拿这些包袱做什么？我不喜欢和烈哥哥住，我要和你住。你是我的夫君，我和你住天经地义。你跟我……你要敢赶我走的话，我就去军府门口天天晃悠，让那些盯着军府的人把我抓回去邀功。你知道这件事我是做得出来的。本公主来雁南这么长时间，天天参在军家，从未出去过。这里是你的家，入乡随俗，我应该好好了解一番才是。待本公主帮你解了毒，你待我阵战可好？你放心，我向你保证，绝不会再以身试药。好，本公主累了，我要去休息了。报！
大人，府上兵马都已召集完毕，3日后启程回北宣。是。大人，你去北宣做什么？宣叙失信，我要为范印讨一个说法。大人，我们手下已经没有多少兵马了，去了也无法为娘娘报仇，甚至丧失性命。你留在这儿，不用跟我去。大人，娘娘已经死了。大人，你为她做了这么多，为她付出了这么多，已经够了。我和娘娘好不容易换来了你的心声，你再去为她送死，不值得。大人，你就不能放下过去，开始新的生活吗？我此生都是为了范印而活，我绝不允许他就这样悄悄死去。我要为他伸冤。大人，我这一生也是为了你而活。如今已和燕南达成议和。那个赵光也同意共同建立榷场一事，那接下来姑便要派人手去三不管剿匪，以示诚意。王上圣明。只不过现在阿烈不在，姑身边也只有昭敏能用。传姑旨意，即刻让孙昭敏率兵去三不管剿匪。推进建立榷场一事。是。皇上，郎主的12星骑督军德利汗求见。宣。宣，德利汗觐见。参见皇上。阿烈让你来的。回皇上，少主让臣将此书信呈给皇上。他出去这么久，还知道给姑传信。王兄，北宣与燕南的议和进展顺利，和平协议已签署完成，使者不日将启程回北宣。亲口一切安好，只是心在少其民，不愿独自回北宣。臣弟会护好亲口，也请求太后与王兄接纳少其民，尊重亲口选择。另，恳请王兄恕罪，臣弟决定余生隐姓埋名在燕南。陪伴君启罗身边，并待时机调查西长坤燕南同盟，以为父母在天之灵。郎主率印，德利汗会替臣弟教诲。阿烈，皇上息怒！这个阿烈真是越发的胡闹，居然要留在燕南去陪那个君启罗。皇上息怒，郎主大人心系北宣，想必是一时冲动。居然如此之孤于北宣而不顾，好，那孤便遂了他的心意。没有阿烈，孤照样能够壮大北宣。传孤旨意，去给使者送信，就算是绑，也要把亲口给绑回来。至于那个少其民，他要想带回来，便带回来吧。是。启罗，
按照君家祖训，女子不能掌家，赶快交出掌家印。我也正想与各位长老商议此事呢。这段时间，君玉珏的所作所为，你们大家也都看到了。我拿回掌家印，只是为了君家未来的发展着想。也想请问各位，这掌家印除了交给我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人选更加适合呢？此事我们已经商讨了，可以从旁支挑选一名子嗣过继给程刘，改名换姓，待他日后长大成人，继承君家。只是现在要辛苦程刘了。长老的意思是想让我爹再培养一个君非凡，有何不可呀？君非凡这样的经商奇才，真的是千年一遇。各位长老只需要动动嘴皮子，而我爹还要再花10几年的心血。这要真的能培养出第2个君非凡，倒是还好。可若是培养不出来呢？难道各位要赌上君家的未来吗？行了，此事无需商议，我不同意。程刘，难道你想违背祖宗家法不成？是的，今天我就要废除了这条祖宗家法。你，烈哥哥，你来的正好，和我们一起用午膳吧。青寇，你怎么又偷跑回来？我和清明就如同你和君绮罗。你为了君绮罗千里迢迢来到雁南，我也要和清明勇士在一起。更何况我们都已经成婚了，比你们更加天经地义。他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吗？王上也多次来信，让青寇回北轩。你如何打算？邵启明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公主为你做了这么多事，你连句话都不敢说。行了，过几日，我让贺继尧护送你和青寇离开。真的吗，清明？你和本公主回北轩，本公主定护你一世周全。你知道我的身份，我是不可能私自离开雁南的。你为雁南王效力，并非自己所愿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会禀告王兄，由他派人来解决此事。你放心，我会守护好绮罗。你跟青寇，往后可以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苦心经营，诚实守信，淡泊名利，宁静致远。女不长家。既然各位长辈都在，那么大家就做个见证，我君承柳今日便废除君家祖训的最后一条。凌波，老爷，拿笔。是。违背祖宗家法是要遭天谴的。违背祖宗，这种事会遭天谴的。哥呀，你怎么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啊！君家能东山再起，靠的就是他们3个女子。君家落魄之时，各位长辈可曾伸出援助之手啊？如今君家有所好转，你们却要扶持一个旁支幼子，明明知道他们十分优秀，却都不愿承认，多么荒唐！对于君家而言，若有才能，是女子如何？若无经营之才，败光了君家的祖业，是男子又如何？我君承柳今日便要废除这条君家祖训。绮罗，从今日起，君家各路商号由你当家。是。
就赶紧点头答应吧，不然姐夫多丢人啊！什么时候收买的我家人？没有收买，全靠诚心。送个木雕就想让我嫁给你啊？哎，君姑娘，还有这些。姐夫的出手真是阔绰。娘子，可还满意？我们君家是什么家底？这些东西就能打动我吗？这是我在北轩所有的房契地契，都交给你保管。看到长姐如此幸福，我真的太替她开心了。君姑娘马上便要嫁给我家少主，不知君三小姐，你可有心仪之人？至今还没遇到呢。那君三小姐喜欢什么样的夫君？或许我可以帮你留意一下。我喜欢长得好看、高大威武，能和我一起守护君家之人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他必须入赘君家。君家女子不自爱，做出如此不耻之事，还有脸跟我谈礼教，家门不幸啊！秀坤，你能不能从君府搬出，对外就说你痛恨你长姐伤风败俗，不愿和她住在一个屋檐之下？想什么呢？长姐，这些时日见到长姐和玄烈的相处模样，我总会不由得拿我跟舒婷做对比。自从和他定亲以来，他总是强调知书达理、贤良淑德，不能损了他们郑家的颜面。可他却从未问过我喜欢什么，想要什么。以前总觉得他志在功名，对我也算温柔体贴，是大家心中的良婿。就这样过下去，也未必不幸福。前些时日，咱们家遇难，他3番5次的扬言要跟我退婚，我就在想，若是日后我真的有难，他能否像玄烈对待长姐这般，坚定不移地陪在我身边？我伴了君非凡10几年，
注定无法久居深闺。若非遇到玄烈，我也曾想过独居一辈子。秀坤，你的性子一向乖巧，向来都是家里人说什么你就做什么。与郑舒婷有了婚约之后，就更是如此。我知道，你为了两家的面子忍了很多的事情，但却忘了自己的感受。长姐不希望你因此就困住自己，你更应该做你自己。你应该时常想一想，你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做些什么才能让你更快乐。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？我们要先学会爱自己，让自己快乐，这样才有能力去爱别人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即使没有了郑舒婷，你也可以独自挺过所有的困难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没跟你说，杂买物的那件事，君玉珏之所以可以拿到样品，据我调查，就是郑舒婷给他的。什么？他竟做出这样的事！对不起，长姐。无碍，我还要感谢他呢。若不是因为他，我们也不能这么快拿回商号。我告诉你这些呢，并不是想让你去责怪他，而是我希望你在成婚之前，清楚地了解你即将要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只要你想清楚了，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，我一定会支持你的。你这两人怎么一脸愁容的？这还大白天让我陪你喝酒。前2日见你去找君家3小姐，也不是这副模样啊。娇，你如果喜欢一个姑娘，我没有喜欢的姑娘。哎呀，我是说如果呀，如果你喜欢一个姑娘，等她执意找个赘婿，你愿不愿意？我不愿意。我堂堂北轩副将，岂会给一个姑娘做赘婿？说得对。啊！再说了，这事如果传出去，岂不是成了全北轩的笑柄？对，我怎能为了一个姑娘放弃我呢？美丽的大草原。对呀，我们的大草原可比这里的这些砖砖瓦瓦呀要好看多了。但我还是放不下那个姑娘。你怎么哭了？二姐要和郑舒婷退婚。爹，经过这段时间，我明白了，舒婷并非是我的良配。秀坤，你可真的想好了？长姐说的对，与其费尽心思让她满意，不如学会先取悦自己。那退婚之后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长姐，我想开一间属于自己的绣坊，让王都所有人都能买到我亲自绣的绣品。我赞同，我赞同。整个王都没人能与二姐的刺绣可比。若真的开了一间绣坊，那每天定是门庭若市。细细想来，这些年我最喜欢和擅长的，便是刺绣。绣品完成时，总会莫名让我感觉欣喜。以前做的绣品都是打着君家的招牌，也不知道买的人究竟是喜欢我的绣品，还是冲着咱们君家响当当的招牌而买。所以我想开一间属于自己的绣坊，希望各位客官都是冲着我的手艺而来的。秀坤啊，你做什么决定，爹都支持你。明日爹便去给你退婚。我家二姐最优秀了，我和长姐都会支持你的。好啊。夏爷，什么事儿啊？夏爷，军绮罗的侍卫正在查是谁放出了北炫细作的消息。
他已经查到商号头上了。你怎么知道是君启罗的侍卫？他的佩剑上有百宫传人的标识，别人不认得，我的人不会认错呀。你怎么做事的？竟然让人家抓住了把柄！相爷恕罪，我万万没想到他会去查消息源头啊！我还查到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玄烈他没死，躲在一处民宅里。玄烈没死？啊！玄烈怎么不死？他必须得死！他用假尸体骗过了禁军，前2日又帮着君启罗夺回了锦之坊，还把君玉群父子给弄下狱了。他的行踪要暴露了，此人不除，后患无穷。我这就想办法把他给解决了。你就别给我添乱了，滚！我特意给你熬了汤，先休息一下吧。你这是不做郎主了，打算洗手做羹汤了？喂，这可是我第一次熬汤。小心烫。好喝吗？好喝。小姐，查到给禁军送消息的人，正是商号的伙计，相爷管家郑源，也正是此商号真正的幕后东家。郑源，竟然是他！在逼问店家伙计时，我故意将标识露出，想必今晚郑源定有行动。我们去郑源家看看。门怎么开了？事有蹊跷，进去看看。除了死者，现场只有你2人。是，我们来的时候，死者早已断气，想必凶手早就离开了。大人，窗户皆为关闭状，现场无打斗痕迹，初步勘查，判定为自杀。自杀？具体情况回衙门细查。来人，抬走。是。小姐，经过刚才的观察，我发现当初出现在北轩的雁南细作，应该就是郑源。若真是他，我们追查的方向便没有错。可他为何会自杀？人在自缢的时候，头会自然的下垂，可他为何会仰着？或许凶手另有其人。凶手先将他勒死，造成颈椎后腰断裂，所以无法呈现下垂状态。尸体呈现非自然死亡状态，且屋内并无打斗痕迹，证明是熟人作案。提刑官常年接触命案，为何会有如此大的疲劳？小姐，我去把尸体追回吧。没用的。刚才提刑官特地问了我们屋内有几人，想必对我们早有提防。他和郑源都是棋子罢了。郑源是相府的人，而提刑官是朝廷命官，谁能同时指挥动他们2人？宋卫，宋卫身居高位，想要从他身上找到证据，确实不太容易。也许我们需要一个能自由出入相府，且愿意帮助郑源的人，来帮我们寻找证据。属下看着郑管家咽的气，此时尸体运回的衙门。
军启罗无法继续追查，等候相爷命令。这员跟随我多年了，如今死了，要好好安葬他吧。老夫也需要些时日适应。皇上棋艺精湛，老臣满盘皆输。哎呀，姑好久没有跟你下棋了，难得今天你有空啊。前段时日是因为王上一直在跟使团议和，肯定会日夜操劳，所以老臣不想打扰。哎呀，有心了，我们议和非常顺利，没什么操劳的。哦，也是。有君家那位女掌柜替王上分忧，老臣多虑了。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王上在朝堂之上与使团议和，那北宣郎主私下与王上君家来往，这议和之事定然会很顺利嘛。北宣郎主与君家来往，这什么时候的事啊？王上您不知情啊？那是老臣多言了。说，赶快说清楚。舒婷，原以为你勤奋好学，是良婿之选，可不成想，你已经做出如此愧对君家之事。秀捆因你的事，是日日伤心。我这当爹的，不能坐视不管。是我糊涂，不该轻信二公子。但我这么做，都是因为前些日子，大娘子带姐妹抛头露面。我是因为心疼秀捆被人指点，事出有因，还请君老爷体谅。你一句话就把自己身上的过错推给3个人，自己却全身而退，如此没有担当，我更是不放心将秀捆交付于你。我只是心急，我保证，我再也不做对不起君家的事了。秀捆，你说句话呀！我是什么人，你还不清楚吗？我就是太紧张你了。郑淑婷，因我缘分已尽，今日正式通知你，我们婚约解除，以后见面还请称我一声君二娘子。君秀捆，你身为女方，怎能先说退婚啊？要退，也该是我郑家退。若是郑家开口，那便是你们悔婚，该将彩礼一并退回。二姐是看在你们相识一场的份上，不想让郑家太难堪，你倒还争上面子了。你小辈女子竟如此不知礼教，伤风败俗！你放肆！君家与郑家退婚，从此再无瓜葛。凌波，送客。郑公子，请。哼！秀捆呐，这次是爹看走了眼。爹，今后给你找个好人家，啊？爹，我的婚事不如就交给我自己吧。我也想像长姐和三妹那样，自己选个夫婿。啊？绛娟也有人选了？那个二姐，你今日店铺要开张了，定收许的是忙吧？走走走，我帮你一起。来，客官，您的茶水。我们坐在这里，如何得知谁愿意帮郑源？郑源在相府待了10余年之久，就算没有交好之人，也有伺候他的小厮。现在正值上朝之际，宋卫不在府中，他们定会趁此时间去祭拜郑源。这人若是真心挂念郑源的话，我们要说服他，估计也不用花太多功夫。我在燕南躲躲藏藏这么久，王都地势都摸得差不多了，附近只有这一间纸扎铺，祭拜郑源，定会来此处。小姐，请用茶。
是宋府下人的着装。看来我们猜的没错。前些日子传言中的北轩细作就是这位北轩郎主君启罗、邵其民，果然背叛了故。皇上，依奴才所见，不如将这俩贼人召进宫来，随意给个冲撞的由头，定罪处死。邵其民他身中剧毒，不给他解药便是。可是君启罗和玄烈，故还有一件事需要确定。君启罗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一名府内小厮居然能一眼认得我。整个王都，谁还不晓得你啊？若你是在街上做买卖的，自然认得我。可你只是相府的内杂役，平日住在府内又不出门，依然能一眼把我认出，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？你是镇元的人吧？镇元离奇死亡，所有人都对这里避之不及，只有你来给他烧香，想必他生前定是对你有恩。郑管家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别让我再看见他！相爷，相爷饶命！相爷饶命！相爷，相爷！停手！以后你就跟着我。多谢郑管家救命之恩。我知道你们和他有过节，你们若想从我这儿得到他的任何消息，怕是白费功夫。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？郑元因是帮宋卫办事暴露了身份，而宋卫担心受到牵连，所以杀了他。郑元对你有恩，你也不希望他死得不明不白吧？那你们今日前来找我，是为了帮助郑管家？不，我们只是为了帮我们自己。能帮郑元的，只有你。你为何让那名小厮留意相府里守卫最少的房间？宋卫是相国，并不缺名位。若他真的与西长坤勾结，你认为是为何？他是贪财之人。他若以相国之名敛财，定会有受贿之嫌。所以用郑元的名字开设商号，暗度陈仓，定不会让太多人知道钱财收放之处。所以，最不安全的地方，便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将赃款放在最不安全的房间，转移视线。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效仿一下北轩郎主来雁南，先斩后奏。你当初走的那么决绝，我若不先斩后奏的话，怎么能再见到你？给你赔不是了。大小姐，相爷来了。老爷特意命我在此等候诸位。最近北轩细作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列将军还是不要进去了。他为何突然来了？唉，相爷听说老爷双腿依然不利索，特意派郎中前来探望。大小姐，那我先进去了。他已知晓我们查到郑元，此番前来，定不只是探望。万事小心。郎中，治了这么久，也没治好，今日就罢了吧？哎，
莫要心急催促，斟得酒才能查清病因呢。相爷，哎呀，见过相爷。程柳，你好福气呀！啊，早就听闻这君家长女与我那非凡世侄长得最像，今日得见，果然此言不虚呀！啊，爹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你爹的腿疾啊，久治不愈。老夫今日特意请这位专治残肢的郎中给他瞧瞧。这诊断结果如何呀？还未诊出。我这腿啊是治不好了，今日便罢了吧。那个，谢谢相爷，还记挂着君某。看看你，但凡有一丝能治好的希望，就不要轻言放弃。哎呀，多谢相爷的好意，我们已经请过很多大夫了，可是结果都是大同小异。爹，你没事吧？还是再看看吧。那既然你们坚持，今日就罢了。本相改日再来探望。好，去送送相爷。是，相爷请。如何呀？确为喜脉啊！老夫果然没猜错。你随本相一起进宫面见皇上。是。若相爷将绮罗有孕一事告知王上，那我们君家可犯的是欺君之罪呀！对不起，爹，是我想的太过简单了。本以为可以想到万全之策之后再向王上禀明。我现在进宫见燕南王。你去做什么呀？自投罗网吗？我告诉他，是我强迫了你，并非你自愿。说什么混话？但将军所说也并非全无道理。与其我们在此等候王上的召唤，倒不如我们亲口说出实情，以消弭王上心中的疑虑。爹也会想尽办法护你们周全。这是我们避不开的问题。如今南北议和，态势明朗，也从未有规定不能通婚。如果在王上面前起誓，永不攻打燕南，或许能打消他的疑虑。快点跟上，快点！后面的跟上啊，快点！你们去那边。少主，咱们的人已经安置在密林各处，随时等待大人发令。不急，我们不过几百士兵，与王城的驻守士兵相比毫无胜算。你去联系一些罗部中心旧将，若是有心继续跟随我的，亮出身份集结他们；若是无心跟随，切记保护好身份。是。如今密林这里相对安全，我们可以长期在此安身。你去找一些善识地形的，将这里的地形做成攻防图，人手一份。是。大人，攻防图我来做，东瀛生死都跟大人一起。
谁让你在这儿打扫的？相爷恕罪，以前书房都是郑管家在打扫，自他离世以后，便没有人来此。小的为了报恩，故来清扫。这回罢了，以后不许再来此地。是。邵清明呢？刚刚不是回来，怎么又不见了？啊，老爷、大娘子、列将军和齐民今日中午一起进宫去了。一起进宫？列哥哥怎么会进宫？哦，九儿娘子，祝你新业昌盛。我家少主未归，我怕误了吉时，就先把贺礼送过来。谢谢。罗琦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来快来，快看看我摆的正不正。我还要回北轩，不能做赘婿。正不正啊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还好你手快。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当然了，此乃七星阵，有招财进宝之意，放在二姐的绣房里，祝她财源广进。迷信。这是对生意人的美好祝福。燕南商贾家中都会放这个，你懂什么？你再打我一下试试。你怎么总是做些让人心烦意乱的事啊？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又要长得好看，又要守护君家，还要赘婿。前两条可以，后面一条不可以。谁让你满足了？我没说是你。什么？难道不是我？那你说的还能是谁啊？你从头至尾说的不是我，那还有谁？罗琦，只能是我。出什么事了？快带我去找贺基瑶，我们进宫去。烈哥哥和清明有危险。我跟贺基瑶怎么进得了夜南王国？来不及解释这么多了，北轩使者还没走，我去找他们，咱们宫外集合，快！好。最后一个条件我会考虑，你先不能想别人。如此看来，北轩细作和替嫁的事是假的，而你助玄烈得到郎主，还怀上他的孩子，是真的。是。这些，你全部都知情，怪不得查北轩细作一事，你迟迟没有结果给过。卑职有罪。你们真有本事啊！皇上恕罪。虽然你现在卸了郎主之位，但终归还是北轩武将，在南北弹劾的
关键时期，你贸然进入我雁南，孤该如何判断北宣王的真实意图？是我做的不妥，但还请友邦不要怀疑我们求和的决心。王兄已多次劝说我离开，只是我失而复得，不愿就此离开，这才在雁南多待了些时日。以他特殊的身份，你跟他不会有任何结果，你知道吗？我和绮罗之前有各自的责任，无论是在北宣还是在雁南，这都是不解难题。此事因我而起，我愿一人承担。只是绮罗，我无法放弃。皇上，此事因民女不顾王上嘱托，犯下大错，甘愿受罚。而现在正是南北议和最重要的时候，烈将军是北宣贵族，若有任何闪失，恐怕会引发战争，得不偿失啊！皇上，够了！这样吧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立马离开我们雁南，孤可既往不咎。谢皇上成全。而你呢，身为御茶司指挥使，隶属王室，却数次违抗命令，孤该怎么处置你？你不能处置他。哎，皇上，北宣使者说有急事求见，没想到清寇公主贸然闯入，这就是北宣公主，清寇。哦，你就是清寇公主啊？正是。雁南王恕罪，清寇救人心切，并非故意失了礼数。你就是当日替她嫁给邵其民的那个公主啊！哼，倒是让她白赚了个北宣驸马的名头。这桩婚事太过儿戏，不能作数。我虽是替嫁，但与她拜过堂，同住一屋，同睡一床，为何不作数？她现在已是名副其实的北宣驸马，是有身份的人。若雁南王不想破坏议和，就不能随意杀他。这么说，孤还要给北宣王补上一份聘礼了，是吗？好了，孤和邵其民还有话要说，你们都先下去吧。少主，使臣不让带武将进入，我跟罗琦只能在宫外候着。没出什么事吧？飞鸽传书给王上，我需要正当理由留在雁南，速度要快。是。你还是背叛了我。孤知道你今日是抱了必死的决心来的，若不是清寇公主将你救下，根本不必等毒药发作，今天便是你的死期。卑职明白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让玄烈离开雁南吗？因为我不能放过君绮罗他腹中的孩子。可王上方才承诺饶过君家，孤只是说过饶过君绮罗，他的孩子带着北宣人的血脉，若君绮罗以后将白宫技法传授给他，这后患无穷。不过，要救他孩子，还有一个办法。杀了玄烈，让小姐的孩子指认雁南母族，所以王上才让玄烈离开雁南，是想在雁南之外杀他。对，你还是很聪明的。现在有2条路，要不杀了玄烈，要不就杀了君绮罗的孩子。
明日一早要去三不管。王上的意思是暗中勘察雀场建立的可行性。他对雀场建立还有异议？王上没细说，或许是因为三不管正处于动荡阶段，没有信心吧。可王上曾告诫过我，不得离开王都一步。小姐的禁足令，王上已经解除。王上再三叮嘱要暗中进行。如今君家的产业立于燕南之手，恐怕除了君家，王上没有更好的人选了。王上留你，就为了说这个？既然王上下旨了，那就走一趟吧。小姐，我来吧。玄略，明日会和我们一起吗？会。那便好。小姐，如今你终于肯卸下铠甲寻找保护了。即使今后我不在你身边，也能放心了。你还站在那儿干嘛？快进来啊！清明，快进来，进来，坐。你快看看，这些全是我做的。以后无需等我，你若饿了，自己先吃便是。我是看这些食物摆盘不好看，才没有特意等你呢。我不爱吃生姜。啊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这么顺着？过了这片野林，就出城门了。你怀有身孕，本不该出门。王上交代的事情，不得不办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辰时。邵清明呢？邵护卫一早便和大小姐出府了。
军绮罗，那你可知他们去了哪里？不知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等我明日完成最后一个任务可好？执行任务，为何会带着军绮罗？小姐，原谅我，唯有这样才能帮你周全。剩下的路，让玄烈继续护你前行吧。公主，他们去三不馆是为了执行叶南王交代的任务，不日必会回来。我们还是先回军府等消息吧。闭嘴！清明是本公主的驸马，我要跟她一起。撤！撤！撤！原来是武德寺的安指挥，看来王上早已在防着我了。4时了，我怕是无法兑现给他的承诺了。御察司指挥使罔顾王命，私放仲裁离城，得杀无论。马车会不会太快？身体可有不适？放心吧，没那么娇弱。齐明呢？回去，快回去！回城复命吧。齐明，为什么要骗我？你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回北轩的。我不会再骗你了，我们一起离开燕我们离开燕南，去买一个我们的宅子，然后永远在一起。齐明。
明，我把解药都研制出来了，只要你吃了解药，你就会好的。快吃，吃啊！为什么不吃啊？你吃了就会好的，快吃，快吃！把这个交给小姐。皇上不会饶了他们的。你到现在还在想着君启罗，他的生死与本公主何干？荆轲，别任性，现在只有你能帮他们。你为了他甘愿赴死，那我呢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一点点？启明，对不起，还是。君启罗没有离开，已经回到军府，少指挥使违抗王命，没了。王姑培养了他那么多年，为什么不听姑的安排呢？少指挥使这一步走得太极端，他原本想用命去保全君启罗于北炫狼主，可君启罗是何等城府，他最是知道，只有回来才能保全所有人。皇上，君启罗和君家接下来该如何处置啊？既然君启罗他愿意回来，那说明他心中还有家国。君启罗跟君家对于我们燕南还是有用处，可是少其民的死，更会坚定君启罗与玄烈在一起的决心。以后，姑再不能棒打鸳鸯了。姑必须
再想个可以解决难题的办法。张姐，喝些粥吧。君老爷怎么样？启明哥的尸体运回来以后，父亲就一直没说过话。仵作验了身，说是脏腑斗。父亲心疼，为时晚善。棺柩盖上后，才回房休息。对了，白日里有一名相府的小厮跑来送信，说是长姐要的结果他找到了。因你们迟迟未归，他便画了这张图，让我务必亲手交给长姐。宣莲，若不是宋卫把我怀孕的事告诉王上，启明就不会死，是不是？启明，启明，启明。清明，我回来了。你完成任务了，有没有受伤？我等了你好久。我们回北轩吧。这是西部的金条。外公传人的图纸。相爷，不是要去上朝吗？
请吧。你煽动燕南王，想借他之手杀我们，却没想到我们会活着回来。王上最是在意百宫传人，即便老夫不参言，王上也断然不会让你留下腹中的孽种。今天你们既然来了，作为燕南的重臣，那本相就当为王上分忧了。来人，把他们都拿下！来人，来人呐！不必再叫了，你的人早已被御茶司包围了。君喜洛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身无半点官职，竟敢私自调动朝廷暗卫，擅闯相国公府，这是灭门的大罪！既然我出现在你面前，那自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相爷，我们的恩怨也该了结。皇上，这些都是从相爷密柜中找到的。您桌上那一张就是我设计的第一张图纸，相爷私自拓印，与北炫西部秘密交易。这些黄金上都印有西字，正是北炫西部所有。相爷拿到这些黄金之后，不敢在燕南流通，便将它藏于密柜之中，还望王上明察。皇上，老臣冤枉啊！你身为相国，惊其百姓安危于不顾，与北炫买卖武器，对得起孤对你的信任吗？皇上，这些都是臣的管家郑源之物，与老臣无关呐。相爷真是好本事，竟然用一个死人脱罪。郑源是你的管家，若非得你允许，他怎敢将私人之物藏在你的密室？皇上，郑源瞒着老臣私下与西部买卖武器，等臣发现时，已经为时已晚。臣念在他跟随老臣多年的份上，就把这事瞒了下来。本想等风波过后，再向王上禀明请罪，可谁知他……要说老臣有错，那就是包庇罪犯之错，还请王上责罚。相爷果然巧言善辩，郑源已死，死无对证，你就把所有的罪名都放在他的头上。皇上，皇上，此女与北炫郎主珠胎暗结，早就是燕南的叛徒，如今又在这里信口雌黄，诬陷本相，扰乱朝纲，谁知他到底安的什么心？相爷果然是相爷，到这个时候还能倒打我一耙。郑源跟在相爷身边多年，同样留了后手。为保家人性命，他早已将相爷所有的罪行写下，在他身故前一日寄往信任的小厮家中，而今日小厮便收到了此信。这封信根本无法模仿，我看自己颇有你的风格。郑源的字应该是你教的吧？如今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皇上，老臣谨小慎微，扶持您这么多年，竟赶不上君启罗这一介民女的一片胡话。早知如此，我就应该让此女死在北炫，免得她能有此机会扰乱军心。一切都错了，孤对你不薄啊！你仍不知悔改，贪得无厌，确实罪恶至极。传孤旨意，宋卫通敌叛国，即刻将他押入天牢，责任问斩，所得不义之财全部充缴国库。皇上，罪臣宋卫为君姑娘和玄烈调动御茶司令牌抓获，玄烈还拿着北炫使者的文书在殿外候着呢。君启罗，你胆敢私自调动孤的御茶司，还三番四次跟外邦人来插手
我们燕南的正事，君家罪加一等。来人，押下去。是。皇上，我让开！皇上，绮罗是我妻，不可随意处置。什么叫做随意啊？你凭什么插手燕南政事？我为绮罗放弃郎主之位，是我愿为他护两邦和平。若今天王上执意要动他，我敢肯定，燕南便永无安宁之日。怎么，你这是在威胁我？哼！你要为了个女人，将南北刚建立的关系弃之不顾啊！并非如此，绮罗不仅帮燕南发展经济，更是在北宣拼尽全力促进两邦和平。如今您却要怪罪于他，敢问从今以后，燕南可还有百姓愿意赤胆忠心效忠于您？虽然你卸了郎主之位，可如今还是北宣的贵族，孤要你保证，不管以后如何，都要将两邦的和平置于首位。但要如何维持，孤还需要你用一生证明。把君绮罗放了。是，皇上。你方才向王上承诺了什么呀？我说，你君绮罗是我悬猎的人，谁若敢动你，我就与他拼命。即便燕南王你也不例外，他放过你了，所以我也考虑放过他。少主，公主从昨天就开始收拾东西，说要回北宣。烈哥哥，烈哥哥，清寇，清明呢？他没有和你们一起回来吗？烈哥哥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要让清明跟我一起回北宣。等回去之后，我就让王兄给我们买个大宅子，然后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清明是本公主的夫君。公主。邵启明他已经……邵启明去三不管办事了，他让你回北宣等他。不如清寇回去帮他整理好家，这样等他回去，他也好安心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先回北宣等他。不过我都不知道他喜欢些什么，我们的家该怎么装扮？公主，我告诉你吧。真的吗？那你跟我讲讲，他喜欢些什么？少主，我带公主回去吧。也好，在这儿容易睹物思人。回到北宣后，将情况禀告给王兄跟太后，请他们务必保护好清寇。少主放心。我也会保护好公主。启明，他跟随你多年，我早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。他虽为皇上的暗探，可从未做出伤害君家之事。此生也未尝过一丝甜头。希望他来世能找个好的人家。我只希望他来世能为自己而活，不再苦难。
怎么了，少主？你此前派去西乡的茶子来信，信中说罗知州已不在西乡，好似暗中在招兵买马。宫中可有消息？前不久听闻，李妃薨逝。他定是知道李妃薨逝的消息。王兄危险，眼下我们该怎么办？王兄现在手中无良将，赵敏却交匪了，我怕。回去吧。大夫说了，你需要静养。玄烈，你回去吧。我知道，就算你放下了郎主之位，但是你也无法忘记你肩上的责任，就像燕南和君家的重担于我一样。当初是我放走了知州，如今王兄有难，于情于理，我都要回去面对。可是绮罗，我懂你，我懂你的不舍，也懂你的两难。你放心去解决你的事情。虽然我不能跟你去北轩，你也不能永远留在燕南，但是我们来日方长。现在短暂的离别，只是为了日后更好的重逢。绮罗，你放心，你和孩子都是我的责任。你是来送我的吗？少自作多情了，我是来送姐夫的。你还是在怪我？谁怪你了？你又不是我的谁。我的心意你最清楚，你说这样的话，多伤我心啊！那你不告而别就不伤我心？还说不怪我，但我并非不愿告知你，只是事发太过突然，我没来得及。我跟随少主多年，定要善始善终啊！等我回来以后，我会八抬大轿娶你过门。谁要嫁给你了？我要嫁的是能留在燕南帮忙打理君家的赘婿。我已经考虑清楚了，第3个条件，我也满足你。待我凯旋，我便带着我的嫁妆入赘。你放心，我既做出承诺，绝不会食言。等我回来，我们就完婚。以后我再给你写好多好多话本子。原想给你绣个荷包，但昨夜听长姐说你要回去了，便连夜改成了平安符。等光昏，我可没少流血啊！你要是敢缺胳膊少腿的回来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，听到没有？你放心，我有他，定会完好无损回来的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上路，记得传信报平安。岳父留步，就送到这儿吧。你们都是心存大志之人，我又岂能阻拦？只是玄烈，绮罗现已是你的娘子，你又是君家的女婿，要时刻谨记，务必要保护好自己。待一切结束后，
我立马回来，迎娶绮罗。保护好自己。等我回来。撤！长姐为何叹气？姐夫这一走又不是不回来了。他此次回去，北轩王有岂会轻易放他离开？便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了。那长姐为何还愿意让姐夫离开啊？因为我们都肩负责任，谁都无法轻易弃之不顾。与家国大业比起来，儿女情长皆是微不足道。长姐放心，若真是如此，我可以帮你一起抚养这个孩子。你刚才与罗琦……我突然就想起来，好像那个二姐今日的云长绣坊要进一批新货，而且……长姐，我得早点陪她去盯着。那我们先走了啊！这些百官，平日里话说得好听，需要他们时一个个都说身体不适，什么家中有老小照顾啊，每一个都打起了退堂鼓。皇上莫要生气，榷场建立，3个城邦都要派官员去常年驻守，这一去便是抛家弃子几十载，的确需要思绪良久才能做出决定。你这老家伙倒是体谅他们啊！王上说笑了，奴才也是怕王上为这些小事生气伤了身子。报，王上，君绮罗在殿外候见。宣，君绮罗觐见。民女见过王上。起来吧。民女答应王上的15万匹绢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已经交给前往北宣的使臣验货了。好啊。王上，民女方才不小心听见王上正在商议驻守3不管一事，民女愿替雁南前往，以解王上心中烦忧。民女行商10余年，此前被劫又对3不管十分了解，比起他人再适合不过了。你还是想离开雁南？王上放心，君家是雁南的君家，民女永远都是雁南人，只会为雁南效忠。这是新武器的设计图纸和样品。民女对雁南的拳拳之心，天地可见。此去3不管，一来是想为王上解忧，二来民女行商数年，这榷场又属于贸易场所，算是民女最擅长的事情。皇上，君姑娘所言不无道理。这经商贸易一事，放眼整个雁南，确实没有比君姑娘更合适的人选。这些日子，我看到君家在你心中的分量了。待北宣他们在3不管的地方把这些马贼全部清理干净后，你就可以代表我们雁南前往。记住你的承诺，若兑现了，
你们君家一事无忧。可若你有异心，任凭王上处置。好。放下武器，加入丹阳军，可饶你们一命。少说废话，兄弟们，上！如今昭敏郡主她一介女子，冒着生命危险去剿匪，而满朝的文武百官却无一人愿意去驻守雀巢。此事你如何看？奴才不敢妄议朝纲。让你说你就说。是。依奴才所见，三不管离凉州最近。不如让昭敏郡主处理完剿匪的事之后，兼顾雀场一事。昭敏她一介女子，管理一个部落实属不易，剿匪已是困难，若再让她驻守雀场，恐怕也是吃不消吧。是奴才思虑不周。外面是何声响？禀王上，逆神罗之舟带着一批死士攻入王宫。什么？王上，罗之舟没死，怎么可能？奴才也不知。王上，贺继敖副将带着禁军与青藤死士对峙。王上，眼下郎主不在城内，要不奴才先护您从王宫西门出去。荒谬！明明是冲着孤儿来的，孤又岂能临阵脱逃？若孤真的逃走，太后、公主和满城的百姓该如何是好？他来送死，孤就送他一程。王上，罗之舟，你欺君罔上，越狱出逃，如今居然还带兵攻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今日我要为范阴讨个公道！放我上！上！你不能去！让开！让开！放手！
决定今生今世永不回北轩，以换取他活下去的机会。可你为什么依旧不愿意放过范音？闭嘴！我只是想助他逃脱这个牢笼，何错之有？错的是你，是太后，是你们这帮自以为是、看不起一帮人的北轩贵族！放肆！阿烈，你为何要回来护他？因我当年助他登上了王位，而如今你又替他一统5部兵权，你为他做了那么多，而他又是如何对待你的？你住口！孤是北轩的王，岂能沉溺于儿女私情？如此无情无义，今日我定要杀了你！知州，别再过来了。阿烈。为什么要回来？为什么？我欠你的这条命，总算是还给你了。因此，在你手里，我自首还。原来是我们再做兄弟。知州。
姑还真以为你要待在雁南，不回来了。王城有难，臣弟不得不回。怎么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跟姑置气？罗知州没死的消息，你一直欺瞒姑至今。你不应该主动领罚吗？王兄想怎么罚，便怎么罚。你明知姑不会罚你，况且你今日护驾有功，前些时日，命贺基瑶将公主平安带回来。说吧，你要什么赏赐，姑自然会满足你。保护亲寇，是我作为兄长的责任。此去雁南，也是我此生最正确的决定。否则，臣弟定会抱憾终身。不过也真是没想到，君绮罗非但没有死，还怀了你的血脉。罢了，如今北炫已经实现了5部1统，而雁南也完成了议和。罗知州的例子就摆在眼前，你那些儿女私情，姑从今以后可以不再追究。不过，郎主之位，你若还是推三阻四，姑绝饶不了你，还有你宣布。怎么？难道你真要放弃一切，跑去雁南？你忘了你对玄术将军的承诺？你现在肩负的，可是整个北炫的重担。你真的要为一个女子逃避承诺？如此，你的良心能安吗？好，姑不勉强你。你和君绮罗在一起，可以。可姑如今身边已无可用贤将，3不管剿匪都是招敏一介女子前往，因此这郎主之位，你莫要再推脱了。多谢王兄，臣弟定不辱使命。方才王兄要给臣弟赏赐，臣弟不要，但有一事相求。如今南北议和，阙场建立，我知道王兄一直在找一个去3不管的人选，阙场也是因我而起。不如王兄将此事交于我，臣弟定不辱使命。好，姑便答应你。不过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你要时刻谨记，你是北炫郎主，是玄部族长的身份。臣弟谨记，多谢王兄。姑娘，过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，随便挑，随便选啊。
前不久，赵敏突然送信来，凉州一切都好，明脂坊让凉州百姓逐渐变得富足。他还张罗着开分号呢。如今三不管能有这样的秩序，也多亏了他当初带兵绞杀马贼。张敏现在是越来越有大将之风了，我相信孙大人在天之灵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。哎，对了，罗琦和季敖呢？他们怎么没跟过来？将军！将军！将军！你看这俩记录的就非常详细。你之后也要学习，一定要像这样。这样啊，完全都记。我回来了。我还以为你此次回北轩